我不是在公司通宵改代码吗？无数陌生的记忆碎片如潮水般涌入脑海，画面急速闪烁。黑色的雨倾盆而下，草绿色的灵气缓缓从都市的角落中弥漫而出。异族肆虐在街道上放肆杀戮，人类只能仓皇逃亡。战火和硝烟弥漫在整个都市，世界成了异族的狩猎场，人类成了他们杀戮取乐的玩具。就在这时，一批觉醒了隐藏职业的英雄带着人类发起反抗。他们为残存的人类劈开了一个新的时代，史称觉醒时代。下一个，林嫣然。淡紫色长裙的林嫣然走上前，她容貌绝美，身材傲人，玉手轻触觉醒石。等级 S 级，神圣疗愈师，职业稀有度隐藏。这是我们学校建校以来第一个 S 级隐藏职业，还是被称为战场不死光环的神圣疗愈师。林飞走上前，将手按在觉醒石上，狂暴的黑色暗影汇聚而来，一头狰狞的雷兽虚影在他身后咆哮。等级 S 级，职业暗夜行者，职业稀有度稀有。天佑我人族！林飞走下台，与妹妹林嫣然并肩而立，目光扫过池渊。池渊，到你了。李女神的男朋友，你们3S， 我们学校要逆天了！池渊在周围人期待的目光中缓缓走上前，目光平静。从 F 级到 S 级，不知道我究竟会觉醒在什么等级。水流、风刃、雷电，各种元素的微弱光团，如同萤火虫般飞来。觉醒时闪烁了几下。等级 F 级，职业全能法师，职业稀有度隐藏。F 级？怎么可能是个 F 级？哈哈哈哈！隐藏职业？我看是隐藏的废物吧。就这，嫣然女神该跟他分手了吧？林嫣然不顾周围人的讥讽与目光，毫不犹豫地冲上台，在所有人面前坚定地握住了池渊的手。我相信你。检测到宿主已完成职业觉醒，职业天赋无限提取已激活。天赋无限提取？无限提取可对一切目标发动提取，无论是物资、属性、职业，甚至是职业天赋，皆可。检测到宿主已与神圣疗愈师拥有者接触满5分钟，成功提取神圣疗愈师职业。居然只要接触满5分钟就可以提取，这天赋有点东西。可我暂时还没有能力自保，不能把我的天赋暴露。看着两人交握的双手，不由所思。让我提取一个 SSS 级的天赋，岂不是无敌了？温馨提示：若强行提取超越身体可承受上限的能量属性或天赋，将其大概率爆体而亡。请宿主珍惜生命，理性提取。好好好，还是得猥琐发育呗，这我熟。池渊哥哥，我相信你一定能走出属于你自己的路。林飞快步冲上前，一把拍开两人交握的双手。觉醒判官缓缓上前，在3人面前站定。妹子林嫣然，根据学院规定 ，S 级与隐藏职业者必须进入试炼副本。F 级隐藏职业就不是隐藏职业了，这双标可真明显，居然直接无视我。林飞，试炼副本都是 C 级，风险不大，但异兽遍地，你们俩千万要小心。池渊哥哥，我们走吧。前有大舅哥，现在又多了个前夫哥，而我天崩开局，来拯救人族，谁能来救救我啊？3人缓步行走在茂密的森林里，一头体型壮硕、毛发如墨的狼形异兽低吼着现身，獠牙上滴落着粘稠的唾液，死死锁定了3人。林飞自信地飞身上前，漆黑魔影围绕他的周身，准备抵御异兽。警告级别赤色，检测到能量异常，能量峰值超标，封锁协议启动。黑暗狼 S 级异兽，
S 级异兽？怎么可能？试炼副本里面的异兽，不是不会超过 C 级吗？一只话音刚落，黑暗狼已化作一道黑色闪电扑来，魔影瞬间在他身前凝聚成盾。黑暗狼利爪撕裂暗影，狠狠撞在林飞身上，将他直接拍飞，撞在一棵大树上才滑落下来。居然一击就破了我的防御！黑暗狼再次飞扑而去，石原下意识将林嫣然拉至自己身后。小心！难道是因为我觉醒了职业天赋，所以副本难度也跟着升级了？林飞瘫坐在地上，别过头，闭上眼睛，等待即将到来的攻击。左手召唤出微弱的火焰，右手召唤出微弱的暗影球，一股脑的朝着黑暗狼砸了过去。无限循环，一滴血。随着黑色暗影球落下，黑暗狼应声倒下。石原上前蹲下时，将手轻轻附在黑暗狼尸体上。真让他打死了！一个刚觉醒的，怎么能释放这么多次攻击？哥哥，你快看啊！石原哥哥也太厉害了！恭喜您成功提取暗黑属性，目前暗黑属性1，职业等级 F。升级了，威力也变强了，而且召唤出这么多的技能，我的元素耗量才不到1/10。那我再提取几个隐藏职业，再加上超长续航，我不就是永动机大炮？石原收回手站起身，是笑非笑的看着瘫坐在地上的林飞。笑什么笑？刚才就是我答应了。再来！地面涌起无数黑影袭向灌木丛，灌木丛瑟瑟作响。片刻后，20几只黑暗狼从灌木丛中跃出。怎么这么多？暗影呼啸而出，瞬间将处在最前方的2只黑暗狼吞噬。可更多的黑暗狼从左右两侧包抄而来。他们赤红着双眼，利爪撕裂空气，一个扑击将林飞狠狠扑倒在地，血盆大口精准地锁定了他的咽喉。石原暴冲而上，双手在空中迅速凝聚起浓烈的暗黑能量。黑暗狼应声倒地。要不是我的攻击消耗了他们大部分的力量，你能解决的这么轻松？世界毁灭了，哥哥的这张嘴还在。林嫣然，你气死我得了！林嫣然轻笑着，双手凝聚出圣洁的治愈光辉，洒在2人身上。灌木里面有几双泛着红光的眼睛，正死死盯着林嫣然。石原蹲下身，清除黑暗狼尸体。恭喜您成功提取暗黑属性，当前暗黑属性评级 C， 职业等级 F。地面开始微微震动，一头体型巨大，通体覆盖着漆黑骨架，双目赤红的巨狼一步步踏出阴影。暗影狼王 SS 级异兽。SS 级？开什么玩笑 ？S 级异兽已经够离谱的了，还冒出来一个 SS 级的。暗影狼王后腿猛蹬，身形瞬间化作一道黑色闪电，载着撕裂空气的轰鸣，直扑林嫣然。带着我妹妹跑！她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暗影狼王根本不给林飞喘息的机会，再次抬起巨爪，狠狠拍向林飞。大舅哥还是好好当人吧，别做鬼了。怎么感觉他的技能威力变强了？只愿凌空跃起，暗色的能量球再不是从前那般微弱，狠狠地砸在了狼王阴茎恶而暴露出的腹部。暗影狼王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腹部焦黑一片，倒在地上挣扎了2下，就再也没了动静。暗黑属性增强到 C 级，就可以越阶斩杀 SS 级的异兽。看来这个天赋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恭喜您成功提取暗黑属性，目前暗黑属性 C， 职业等级 E。总算有了点自保能力了。一柄巨斧呼啸而来，深深劈入他们面前的土地。林中走出数个矮壮身影，他们目光贪婪地看着林嫣然，嘴中发出一阵听不懂的击鼓，似是在交流。矮人并未过多停留，深深看了一眼林嫣然，转身消失在了丛林深处。恭喜林匪、林嫣然全员通关 S 级副本。传送，光芒渐散，3人身影显现。这是世界通关公告，他们在试炼中首通 S 级副本。3人居然全部生还，可为什么是练副本会从 C 级副本变成 S 级？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林家兄妹也太厉害了，居然带着 F 级还能通关，我怎么就没这运气被带着飞呢？林飞、林嫣然，你们已被选中参加王都精英训练营，即刻出发！哥，试炼副本，如果没有他，我们根本都通不了关。我们带他一起去吧，就答应我这一次嘛。哎，别以为你救了我一次，我就会认可你。这次算我欠你的，但你别想借此接近我妹妹。大舅哥真严格啊！这王都精英训练营，那可是天才的聚集地啊！石原那小子简直是躺赢啊！不知道能不能在训练营里提取点职业。数百名天才肃立，头顶等级最低的都是 B 级。还有级，没搞错吧？
他怎么进的训练营啊？人家势力滔天，走后门带个废物进来也没什么稀奇的。林嫣然上前一步，紫色长裙无风自动。这丫头永远向着他。训练营调官身披铠甲缓步走出。石月，你来做什么？你的实力太弱，我们这儿最低的训练仪器都是 B 级，根本无法使用。不让我试试？人群中，一个豆帽遮面的身影暗中记录着林俨然的数据，眼中闪过诡异红光。一会儿的擂台赛，全能法师要靠冥想击败我们吗？谁都别和我抢，一会儿我要挑战。稳赢啊！让林少听见，上次他那眼神像刀子一样，要人命的。你也看到池源哥哥在试炼副本里多厉害了，擂台赛他一定能赢的。你能不能矜持一点？一口一个池源哥哥，谁才是你哥啊？大舅哥也是哥。肃静！今日公开擂台，旨在切磋交流，印证所学。雷烈，上前来，选择你的对手。雷烈 S 级，我选他。看台前排，林嫣然紧握双手，眼中满是担忧。池苑并未多言，一步步踏上擂台，步伐沉稳，与雷烈的嚣张形成鲜明对比。双方准备，切磋开始。教官话音刚落，雷烈脸上露出狞笑。你一个 F 级喽，这儿装什么高手呢？竟然还敢跟其少抢女人，还打不打？话真多。装你妈呢！你这种废物根本用不着齐少亲自动手。这招不错。随着雷烈的动作，元素能量在他胸前汇聚，压缩形成一个能量球，朝着池苑爆射而去。巨大的爆炸带起了浓浓的烟尘。池源哥哥，野人，别冲动！雷烈那小子居然敢下手这么重，一上来就是杀招。烟尘缓缓退去，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池苑完好无损地站在擂台中央。哥哥，你看到了吗？我就知道池源哥哥不是废物。雷烈的元素爆破，连我都不一定能防住。那小子真的只有 F 级吗？池苑淡然地站在破损的擂台上，看着面前的雷烈。接下来到我了。暗影漩涡急速收缩，在他掌心凝聚成一颗内部由暗紫色电弧跳跃的能量球。他将能量球朝着雷烈推去。好恐怖的威力，这绝对不是 F 级可以打出来的。这小子还真有点邪门。池源哥哥，加油！元素壁垒，给我挡住！黑色能量球无声无息地射出，速度快到极致，瞬间轰在雷烈身上。看来你的壁垒不太结实。雷烈挣扎着想要爬起，却噗的喷出一口鲜血，彻底昏死过去。恭喜您成功提取职业元素爆破师。竟然还能提取职业，这天赋果然变态。池源哥哥，我就知道你可以。林飞双手抱胸站在台下，哼了一声。在试炼副本里的时候，明明他的攻击还像是在挠痒，莫非他的能力可以成长？池渊站在破损的擂台中央，脚下是昏迷的雷烈。他缓缓收回手，周身涌动的暗影能量渐渐平息。目光所过之处，那些曾经嘲讽他的天才们纷纷避开了他的视线。雷烈输了，输给了一个 F 级。池渊真的是靠着林家兄妹打过 S 级副本的吗？不然，池渊只是一个全能法师。所有人都知道全能法师有多鸡肋，更何况他只是个 F 级。可如果他不是 F 级，胡说什么？怎么可能？他是 F 级，是所有人都看到的事实。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可以成长的能力。若照这样的成长速度，未必不能和齐家大少一战。最高警戒，兽潮来袭！最高警戒，兽潮来袭！所有人紧急集合，兽潮攻击外围防御，这不是演习，准备迎战。黑压压的兽潮如洪水般涌来。但是矮人族改造的变异异兽，远程注意覆盖攻击，治疗师注意支援，近战随我上前顶住缺口。林嫣然站在相对安全的后方，双手舞动，圣洁的光辉洒向前方受伤的天才，光芒所过之处，身体异常症状消退。林飞身影如鬼魅，在兽群中穿梭，
暗影之刃收割着异兽的生命。石院双手暗芒闪烁，一只手丢出暗影球，另一只手附在异兽消散后的残留痕迹上飞快提取。恭喜您成功提取风属性，风属性提升至D级。属性升到D级，速度也跟着提高了。你小子可恶，怎么变得这么快？大舅哥，专心对敌。谁是你大舅哥？远处，几个隐蔽在山坡上的矮人身影浮现，他们手持古怪的装置，目光贪婪地锁定了人群中最耀眼的林嫣然。一个矮人如同鬼魅般的从地底钻出，瞬间出现在林嫣然身边。报，矮人的目标是治疗师，快回防！石原哥哥！至元咒山风属性全力爆发，化作一道青光朝着林嫣然暴冲而去。嫣然！看矮人抛出光芒，一把将林嫣然罩住，消失在原地。与乎同时，兽潮如同收到指令般，开始迅速退去，留下满地狼藉。石院一拳轰碎眼前异兽的头颅，冲到林嫣然消失的地方，那里只留下一个幽深的地洞。林嫣然总是笑盈盈地看着自己。矮人族，我早该知道，他们在试炼副本就盯上了嫣然。矮人杂碎！林飞毫不犹豫跳进地上的深坑，石院沉默跟上。阴暗的实验室内，一个个充满绿色液体的培养罐中，泡着身体被改造拼接、覆盖着诡异符文的幻影蜥蜴。林嫣然被捆绑着丢到身穿高贵西装的齐轩身边。齐轩，你怎么在这里？你竟然勾结矮人！用移植技术把你的职业移植给我，异兽的肉身力量加上你的职业。齐轩凝视自己移植了幻影蜥蜴的双手。我齐轩将成为凌驾于众生之上的神。你们统统都要臣服于我！不要做梦了！我相信池原哥哥一定会来救我的。池原和林飞走在阴暗狭窄的通道里，无数双幽绿的眼睛在黑暗中亮起。幻影蜥蜴 SS 级群居，和上次抵御兽潮时一样。恭喜您成功提取土属性，土属性提升至 B 级。打下去不行，数量太多了。通道尽头，一个更加庞大的阴影缓缓出现。魔幻蜥蜴 SSS 级矮人改造体。SSS 级暗影绝壁，最大输出！一道暗影墙壁瞬间竖起，挡在池原面前。多谢了。别分神，要现，等救完我妹妹再现。可恶，实力差距太大了。林家和矮人基地距离太远，暂时无法增援。扭转方向涌来，眼看就要将林飞吞噬。魔幻蜥蜴一个猛动，支援高举双手，快速召唤土能量。炎症，一面岩石土墙瞬间拔地而起，挡在林飞前方。土墙应声崩裂，魔幻蜥蜴快速逼近，尾巴随意一扫，就将墙壁砸出一个巨大的坑洞。石原身影飞快，一把抓起林飞，急速向后退去。常规方法，必死无疑。池原，你他妈疯了！强行融合元素，你会被炸死的！嫣然在等我们，给我！林飞一愣，深深地看了一眼池原。你尽快，我撑不了多久。数道暗影锁链从魔幻蜥蜴的阴影中爆射而出，死死缠绕住他的四肢和头颅。不怒火莲，去！
你没事吧，大九哥？没有心情开玩笑，你这家伙真是个疯子！真是精彩！你们费了这么大劲，只换来这么一地狼藉和一次机会。可惜机会刚好被我收下。精彩，真是精彩 ！F 级废物越阶反杀 ，SSS 级魔幻蜥蜴，你可真是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战斗。石渊猛地咳出一口鲜血，抬起手背擦去嘴角血渍，眼神冰冷如刀，死死盯住齐轩。俨然被抓，是你的手笔。明明是个最不入流的 F 级全能法师，敢知道是敏锐。随着齐轩的手挥下，矮人纷纷涌进。你能控制矮人？矮人族的移植技术让我成为人人羡慕的天才，让我得到了无数的金钱和权利。少废话！人不人，鬼不鬼的玩意儿，把我妹妹藏到哪里去了？齐轩随意的在墙上一拍，墙壁缓缓升起，巨大的玻璃后面是矮人实验室。林俨然双目紧闭，安静的躺在实验室内的床上。他周围一圈以矮人博士为首的矮人盯着他。他是我大业最重要的一环，我不会让任何人打扰。你他妈少做梦了！想动我妹妹，从我尸体上跨过去！杀了你，正好可以给我的伟大事业增添2个实验素材。就凭你和你身后的这群杂碎，还在嘴硬，你们2个重伤的废物还要怎么反抗？我同意你们碰他了吗？警告！警告！检测到宿主意图提取远超，当前承载极限的 SSS 级目标能量与天赋，强行提取成功率0.0，100分比，身体濒临崩溃概率99.99百分比，请立刻终止。拿我们当实验体，无限提取，给我开！错误！错误！能量过载，载体濒临崩溃，开始强制提取。SSS 级目标魔幻蜥蜴，提取代价。消耗寿命2年156天。提取到混乱核心能量，载体无法承载；提取到 SSS 级土属性，载体无法承载。检测到您的身体正在崩解，生命体征急剧下降。警告！警告！生存概率低于0.01百分比。现在空光芒渐散，池原绚丽半空，双眸一黑一金，左眼身虽如吞噬一切的黑洞，右眼翅烈如掌控毁灭的骄阳。警告！载体处于崩解临界点，能量过载，请宿主立刻停止提取。池原缓缓低头，那双异色的瞳孔锁定齐轩，没有任何人类的情感，只有纯粹的冰冷与毁灭。受死！齐轩周围的空间瞬间扭曲，他身后的矮人们连惨叫都未能发出，身体就像被无形的巨力碾过，瞬间爆成一团团血雾。赤灵守护，给我挡住！齐轩的防御如同纸糊一般破碎，他惨叫一声，双臂诡异的弯曲，整个人倒飞出去，狠狠撞在实验室的玻璃上，蛛网般裂纹瞬间蔓延。他瘫软在地，一股暗色粘稠的液体从他嘴角缓缓溢出，细状破烂。滚！实验室内的矮人博士及其助手们同时抱头惨叫，气喘如血，手中的手术刀叮当落地，痛苦地蜷缩起来。空中的池原身形一晃，周身的能量光云剧烈闪烁。池原，你的身体先救俨然。警告！能量失控风险提高，载体即将彻底崩解，生存概率持续下降。池原，你救不了他，因为我没有后手了。
一个庞大的、几乎堵塞了整个通道出口的身影，缓缓从黑暗中出现。他的胡须编成粗壮的鞭子，他身披暗金色重甲，手中握着一柄几乎与他等高的巨斧。矮人首领格拉克汉姆，这等级哪是刚刚的魔幻蜥蜴可以比的？池渊大口的吐出鲜血，可他目光坚定，死死盯着眼前的矮人首领。载体生命体征低于5%，请立刻停止作死。给我揉！石原那双一黑一金的异色瞳孔满是疯狂，他双手间，一朵融合了黑、土黄、青、赤红的莲花骤然成型。符怒火莲，他体内能量失控的状态下，整个副本都会被炸飞的。融合成功，恭喜宿主成功提取并融合 SSS 级魔幻蜥蜴，当前土属性 A 级，职业等级 D 级。后手怎么看都还是杂碎啊！蕴含着极致毁灭与新生符文的四色符怒火莲，如同一颗萎缩的恒星，撞向矮人首领。德拉克汉姆发出震天咆哮，暗金重甲上的所有符文同时亮起，形成一面厚重的能量巨盾。这矮人首领引以为傲的重甲从内部开始瓦解，无数裂文字符文铁处蔓延，暗金色的光芒迅速暗淡。矮人首领身上的所有符文核心，竟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强行剥离，化作一道流光，飞入池原掌心。系统检测到高阶矮人附魔技术，提取成功。当前职业等级提升至 C 级。实验室的强化玻璃早已粉碎，林嫣然悠悠转醒。池原哥哥，对不起，要不是为了救我，你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哭什么？被齐轩这种杂碎盯上，又不是你的错。大舅哥又生气了。谁是你大舅哥啊？这家伙虽然方式疯了点，但还不算太坏。如果没有池原哥哥，我们俩都死在这儿了。我才是多余的那个。齐轩趁众人不备，悄悄摸到墙角的传送阵，双手快速激活符文。齐家不会放过你的。也不会。反手甩出一道暗影锁链，缠住齐轩的脚踝。齐轩被拽倒在地，传送阵符文瞬间紊乱，爆发出刺眼的白光。白光散去，齐轩的右腿被符文能量留下了深色的印记。他整个人姿态异常，瘫在地上动弹不得。三人拖着极度虚弱、姿态异常的齐轩走出副本，外面月光清朗。池原哥哥，你忍一忍，我们马上找地方帮你稳定能量。林飞看着这一幕，神情前所未有的凝重。必须立刻回林家，顺便也该让父亲看看和嫣然订婚的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很快我会亲自登门拜访。话音刚落，远处的夜空中，数道身影流星般急速飞来，瞬间锁定了他们。齐家的狗来得真快。齐月，齐家执法长老，等级 A 级。齐月这老疯子怎么来了？就是你这个 F 级的蝼蚁，伤了我齐家的少主。叶长老，杀了他！快救救我！是非曲直，自有公断。士气宣告结义族在先。在这里，老夫的规矩就是公断。大舅哥，谢了，但这是我的麻烦。谁是你大舅哥？算了，你小子要是死了，嫣然非得跟我拼命不可。林家的救兵应该快到了，你体内的能量还不稳定，不要硬拼。他缓缓从林飞身后走出。池原哥哥，放心，嫣然几条老狗还奈何不了我。他的右手缓缓凝聚起黑色的能量，左手又将风属性的绿色光团附着在黑色能量上，绿色能量化作一个个琥珀的符文，盘旋在黑色能量光团之上。我们齐家耗费数年，都未能完全破译的矮人高阶附魔术。小子，你身上的秘密比我想象的要有价值得多。交出你所有的秘密，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些。果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你们这齐家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当真是烂透了。一道青色的锋刃如同天外飞来的一弯新月，无声无息，却精准地斩在七月与池原等人之间的空地上，留下一条深不见底的漆黑沟壑。沟壑边缘光滑如镜，仿佛连空间都被切开了。那毁天灭地的雷霆之力，竟被这轻描淡写的一击，硬生生逼停在半空。谁敢管我齐家的闲事？空中，一位身着青色长袍的中年男子缓缓降落，他面容儒雅，步履从容，周身环绕的微风，仿佛都有自己的生命。林清林家长老等级 A 级。请说。你们两个没受伤吧？林飞和林嫣然下意识地摇摇头。你对旁人如何我不管，可对我林家未来的继承人合掌上明珠下此重手，是不是该给我林家一个交代？请说，池原哥哥是为了救我才伤成这样的，要不是他，我和哥哥就要死在齐轩手里了。
池渊轻轻将情绪激动的林嫣然拉回来，冲他摇了摇头。嫣然，别为难林长老，他现在代表的是整个林家。林青略微有些惊讶地看向池渊，眼神里多了一丝赞赏。若林长老今日公开保下我，就等于林家公开与齐家宣战。为了一个外人，这对林家没有好处。可是，嫣然，相信我，识相的就乖乖跟我回齐家受审。林飞和林嫣然上前一步，却被林青伸出手拦下。现在他有危险，我们不能不管。救命之恩，家族自会偿还。但俨然因他几乎与家族离心，族内对他本就非议颇多。林青目光淡淡地看着前方池渊的背影。若他连眼前这点麻烦都解决不了，即便我今日救下他，他又凭什么获得林家的认可？凭什么站在俨然的身边？池渊抬头，手中精美的莲花爆射而出，在齐月惊恐的眼眸中放大。齐月的雷域狂刀已经布满裂纹，紫金色雷霆暗淡无光。不可能，你不过是个 F 级废物，怎么会做到这种地步？你把他杀了，齐家不会善罢甘休，此地不宜久留，先随我回林家。家主，要见你。林家大厅气势恢宏，两侧端坐着数位气息浑厚的长老，主位上是一位不怒自威的中年男子。齐月，当真是你杀的？这谎言未免太过荒唐！我看他是你林青为了扶持少主，特意找来的挡箭牌吧？齐月一死，齐家必然震怒。我林家百年基业，岂能为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子卷入灭顶之灾？池渊轻轻睁开林嫣然紧握的手，上前一步，与林飞并肩而立，平静地迎上所有质疑的目光。家主，诸位长老，齐月是我杀的，此事我一力承担，绝不牵连林家分毫。池渊，你救我子女，此乃大恩。我林家知恩图报，我身为一个父亲，绝不可能将我的掌上明珠托付给一个前路未卜的人。俨然值得这世上最好的一切。除了池渊哥哥，我谁也不要。完了，白养了。唉。林嫣然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药粥，小心翼翼地走到床边坐下，用白玉小勺轻轻吹凉，递到池渊嘴边。谢谢你。池渊哥哥，你体内的能量不稳定，我没办法用我的职业帮你疗伤。大郎，喝药了。哎呀，一点小伤，很快就好，别担心。小伤，哥哥都说了，你强行融合能量，身体差点崩溃。你要是出了事，我怎么办呀？拿出丝帕，凑近池渊，自然地为他拭去嘴角的药渍。因俯身的动作，领口微敞，一抹雪白的沟壑若隐若现。这谁顶得住啊？池渊，你小子眼睛往哪儿看呢？伤成这样还不老实！林家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你要是敢再乱来，我现在就把你丢出去！你干什么呀？我在照顾池渊哥哥呢。你看他这像是需要照顾的样子吗？我看他好得很。大舅哥，我只是伤势为余，气血有些上涌，你别多想。谁是你大舅哥？还有，你那叫气血上涌？你再打扰池渊哥哥休息，我就去告诉父亲，你上个月偷偷用我的零花钱去勾栏喝酒。别，我的好妹妹，我走，我马上走。池渊哥哥，你别理我哥哥，他就是嘴硬心软。没事，大舅哥挺可爱的。房间内只剩下两人，林嫣然重新坐下，眼神温柔地注视着池渊。林嫣然似乎鼓足了勇气，微微倾身向前，脸颊泛着动人的红云。池渊，俨然小姐，池渊公子，家主请二位即刻前往大厅。知道了，我们马上就去。一名身着林家护卫服饰，衣物上布满深色印记，铠甲被奇异力量蚕食的子弟，正虚弱地躺在大厅正中央。怎么回事？西山矿脉发生了什么？家主，
那些地精不是普通的地精，他们会用一种诡异的绿色火焰，还有腐蚀性极强的酸液。我们的小队刚进主矿洞就被偷袭了。他话未说完，头一歪，再次昏死过去。林嫣然立刻上前，双手绽放圣洁光芒，全力施为，稳定他的伤势。绿色火焰，强酸，这绝非普通的精能掌握的力量。矿脉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异变？父亲，情况危急，我必须立刻带人前去镇压，绝不能让地精毁了矿脉根基。林家主，我对符文之术略有研究，或许能破解地精的符文克制，请让我同去。我乐你们一起去。胡闹！你给我在家里待着。可是，池渊哥哥的伤还没好。若连这样的事情他都解决不了，怎么站在你身边？父亲，各位长老，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这小子虽然看着碍眼，但本事是真的。在试炼副本，他一个人干掉了 SS 级狼王；在矮人基地，他越阶斩杀了 SSS 级魔幻蜥蜴。少主，这些话未免太过匪夷所思。一个 F 级，那他刚才在外面斩杀齐月，诸位可是亲眼所见。一个能越2级斩杀 A 级强者的人，你们还把他当普通 F 级看待？众长老面面相觑，一时语塞。谢了，大舅哥。林飞狠狠瞪了池渊一眼，并未反驳。林飞已经整装待发，不耐烦地等在飞行器旁。到底还走不走了？再不走，天都黑了！一定要小心，地精狡猾，不要贸然深入。遇到危险，就让哥哥顶在前面。他皮厚。好，听你的。他突然踮起脚尖，快速在池渊脸颊上亲了一下，然后红着脸跑开。林嫣然，坚持一点！池渊，你到底还走不走了？你这家伙就不能老实点吗？天眼包来了。矿场入口一片狼藉，几名受伤的林家子弟正被同伴搀扶下来，他们身上带着诡异的焦黑伤口，泛着淡淡的紫色能量。少主，你可算来了！这群地精邪门得很。你们铠甲上的符文不仅能极大削弱我们的元素攻击，还会反弹部分伤害。更棘手的是，他们武器上附带的是一种腐蚀性的符文能量。大舅哥，我看着这符文，有点矮人族的附魔的味道。矮人族的附魔？之前齐宣不是说齐家只研究到一半吗？难道齐家不仅掌控了矮人，还把地精也握在手里？池渊走上前，缓缓蹲下身，手抚上那柄地精的巨斧，无限提取。检测到基于矮人附魔基础改良的混合符文能量，蕴含腐蚀、破甲、能量干扰特性。不错，这才像样。能力数值已刷新，监测完毕。这4维项的符文附魔能把腐蚀符文的效用扩大，如果加在我的符怒火莲上，能有大用。提取成功。地精又来了！数指身披简陋符文铠甲，手持闪烁紫光武器的地精从矿洞深处冲出。池渊手中凝聚出精美莲花，莲花上泛着一丝幽绿的光芒。随着池渊的推出，莲花轻盈地飞向地精群。一群地精的尸体凌乱地散在池渊的脚下。池渊嘴角勾起一抹笑容，蹲下身清除地精尸体。由于提取得太快，导致卡壳。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您成功提取金属性，目前金属性 B。果然，威力增加了不少，职业等级也升到 B 级。令更多的地精从矿洞中冲出。大舅哥，借你法杖一用。你小子要是给我弄坏了，我跟你没完！临时附魔，凑合用吧。符文完成的瞬间，法杖上闪过一道不易察觉的紫芒。这就好了。临时附魔完成，基于提取的符文之时，附魔效果持续30分钟。池渊抬头看向成群结队冲来的地精，轻轻拍了拍林飞的肩膀：“去吧，大舅哥，用10万暗影符特。”林飞挥舞法杖，招出暗影，
暗影与地精铠甲上的符文碰撞，发出迟迟的腐蚀声。地精发出痛苦的嚎叫，胸口铠甲被腐蚀出一个大洞。嘿，还真有用，效果不错。还有谁的武器需要临时附魔？护卫们纷纷的上武器，驰援指尖光芒连点，快速完成临时附魔。嘿嘿，这下刷怪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经验包们，我来了！兄弟们，跟我冲！这些地精杂碎长城厉害！林家护卫们士气大振，跟在林匪身后冲向地精。那么，收割时间到了。他看似随意的走过战场，手指轻触那些破碎的符文和地精形体。恭喜，恭喜您成功提取金属性，当前金属性 A 级，职业等级 B。你这家伙真是个怪物，真正的大鱼还在里面。这些地精的符文技术，不像他们自己能琢磨出来的。两人带着精锐护卫深入主矿洞，洞壁上的符文越来越密集，散发紫绿色光芒。矿洞中央，巨大的地精长着鸟类的翅膀，被黑色锁链捆绑，强行凭借，和齐家同出一源。这个地精的背后，果然有齐家的手笔。齐家果然是这群阴魂不散的杂碎，竟然勾结地精祸害同族，必须立刻回去禀报父亲。就在这时，那被束缚的变异的精猛地抬起头，赤红的双眼锁定了闯入者，开始疯狂挣扎。那锁链看起来要断了，我们得抓紧时间拿到证据离开。变异地精身上的锁链应声断裂，小心！赤焰眼神一凛，伸手射出火链，变异地精瞬间爆成一团血雾。提取到生物改造能量样本1枚，控制符文核心残缺1枚。人证物证俱在，看齐家这次还如何狡辩。池原和林飞刚赶回林家，门口一名面容阴黢的中年男子，带着10几名，明显是齐家附庸家族的代表，气势汹汹地堵在林家大门外。齐三爷，齐家旁支，级别 A 级。林战天，给我滚出来！你林家包庇凶徒，杀害我齐家执法长老齐月，今日若不将那 F 级废物池原交出来，休怪我齐家踏平你林家大门！面色平静无波，目光扫过齐三爷。齐老三，齐家主脉尚且没资格在我林家门口发号施令，你一个旁支也敢在此放肆？这齐三爷怕是想借此事邀功，趁机攀附主脉。林家地界不容外人撒野，但此事终究是池院与齐家的私怨，林家不便插手。放开我！林飞攥着拳头就要冲出去，被池原轻轻拉住。他转头看向林战天，眼中满是不解。为什么连你也站在他那边？老东西都骑到我们头上了，林家怎么可以不管？我知道池原的战斗力不止于 F 级，可若林家现在插手，涉及的是整个林家的命运。嫣然小姐，你为了池院与林家决裂，族内对他本就意见很大。现在如果家主再贸然出手，只会让长老们更加不满，反而让他陷入更难的境地。听到了吗？林家根本不会帮你，一个没有靠山的 F 级废物，也敢杀我齐家的人。齐三爷虽然只有 A 级，可他的战斗力连普通 S 级都打不过。那小子这下有好果子吃了。今日我就当着林家的面取你狗命，看谁能拦我！知道矮人首领格拉克汉姆怎么死的吗？池原话音落下的瞬间，场面一片死寂。那个矮人首领虽说他是 SSS 的等级，可只靠着蛮力根本扛不住我的一击。三爷，别跟他废话，直接拿下，为齐月长老报仇。之前要不是林情插手帮忙，一个 F 级的废物怎么可能打得过齐月长老？齐三爷的右手变成血色，朝着池院抓来。小心，这老东西练的是齐家旁门的血煞功，能量霸道诡异。池原哥哥，池原却依旧站在原地，甚至连姿势都没变，只是淡淡的看着凝聚能量的齐三爷。
血煞功，拿来吧你。检测到与血煞功拥有者接触满5分钟，成功提取血煞功。当前职业等级 B。话音未落，绯色能量暴涨，将其3爷束缚驻悬在空中。职员如恶鬼般缓缓靠近。住手！我可是齐三爷。职员没有丝毫犹豫，手中血色火镰爆射而出。爆炸声过后，齐三爷浑身焦黑的躺在坑中，昏迷不醒。这小子绝对不止 F 级。相较于上次斩杀齐月的时候，他技能的威力又提升了。全场死寂，齐家附庸们张大嘴巴看着池院，带着他滚，告诉齐家我池院等着。附庸们抬起齐三爷，狼狈逃窜。我就知道池院哥哥可以的。没事了。林战天走上前，目光复杂的看着池院。你很好，但齐家主脉的报复不会简单，你好自为之。老头子这算默认了，不过池院这惹事能力真是绝了。议事厅内气氛凝重，林战天端坐主位，眉头紧锁，一位身上带着未干血迹的信使单膝跪地。家主，南海骆家急报，3日前，南海沿岸突遭大规模鲛人潮袭击，骆家防线损失惨重。骆家主为掩护族人撤退，身受重伤，昏迷前发出最后求救，恳请林家念在盟约之情，速派援兵。鲛人潮规模如何？骆家主可是 S 级的强者，怎会重伤至此？其中出现了能割喉、蛊惑人心、操控水龙卷的精英鲛人祭司。骆家主的木系本就对水系有着克制效果，就算是祭司也不该重伤至此。鲛人的背后有赵家相助，赵家善于制毒，骆家主没有防备，中了奇毒。齐家的盟友，这些杂碎可真是无孔不入。南海战事吃尽，齐家又在北境虎视眈眈，我林家精锐若南下，恐北境有失啊！南海路远，鲛人诡异，且我林家北有齐家虎视眈眈，若派精锐南下，怕是会中了齐家的调虎离山之计。唇亡齿寒，我愿带一队精锐前往支援。林战天拖着下巴思索，大厅里一片寂静。林家主，我去吧。众人目光瞬间聚焦在池院身上。你，池院，你虽有些本事，可南海局势错综，鲛人对山谷迫于水战，你孤身前去，岂非送死？更何况你以何身份代表林家？我不代表林家，我只是我。你可知孤身前往，九死一生，林家无法给你任何明面上的支援。我本就不是靠林家走到今天的，那可是提升水属性的经验包啊！这我不得牢牢接住。喂，你小子别逞强！父亲，池原哥哥靠着自己走到今天，我相信他一定可以解南海的困境。林战天坐在高座之上，看着下方的池院，沉默了片刻。鲛人擅长蛊惑，这枚清心丸给你，可以帮你稳定心神，但只能持续10分钟。多谢林家主。老头子，你真让他一个人去啊？这小子要是回不来，俨然不得恨你一辈子。议事厅内，池院话音落下，掷地有声，众长老神色各异，有惊愕，有不屑，也有深思。狂妄！凭你一人就想解南海之围？你当鲛人和赵家氏是练父本里的异兽吗？林家主，我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解决问题。哦，说说看，你打算如何解决？鲛人一仗地利与蛊惑之能，赵家的人我可以研究破解。至于鲛人，他们的力量未必不能为我所用。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就连林青也露出了诧异的神色。为你所用，简直荒谬！鲛人身为高级一族，力量怎么可能为你所用？在我觉醒 F 级职业后，也没人相信我能站在这里与各位商讨家族存亡之事。他一句话堵得长老 A 哑口无言。林家是否提供帮助，对我而言从没有什么影响。池渊拱手离去，水属性经验包在南海等着我，这次一定要满载而归。池渊刚走出议事厅，林匪便追了上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池渊，你他妈是不是疯了？南海那地方是你一个人能闯的吗？赵家的毒房不胜防，鲛人的歌声能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大舅哥，你在担心我？谁他妈担心你？我是怕你死了，我妹妹伤心。听着，小子，别逞能，情况不对就赶紧跑，保住小命要紧，听到没有？放心，我惜命的很，况且那里有我需要的东西。需要的东西，帮我照顾好俨然，等我回来请你喝酒。月色朦胧，池原正准备悄然离去。林嫣然淡紫色的长发有些凌乱地披散在柔和的肩部线条上，柔软的居家佛裙摆在膝上，随着跑动，光洁双腿在月光下泛着柔和光晕。池原哥哥！池原闻声转身，目光瞬间被他吸引，从他微红的脸颊扫过优雅的锁骨线条。嫣然，怎么这样就跑出来了？叶力良，这个你拿着，里面有我凝聚的治愈符文，还有我的一缕头发。我们林家的血脉对精神攻击有一定的抗性，希望能帮到你。池原接过香囊，紧紧握在手中。谢谢，我会尽快回来。
池渊哥哥，一定要平安回来呀！我等你。临战天父守立于窗前，同样望着南方。林清静立在他身后。家主，您真的不担心？池渊此子潜力巨大，若折损在南海，未免可惜。更何况大小姐她担心雏鹰不经历风雨，如何翱翔天际？他若连南海这一关都过不去，又凭什么在未来面对齐家这种庞然大物？凭什么让我放心将嫣然交给他？可赵家与鲛人勾结，形势比预想的更险恶，险恶才是最好的磨刀石。吩咐下去，暗中调派一队引卫南下。不必插手，只需远远跟着。若他真到了生死关头，保住他的性命即可。记住，除非万不得已，绝不可暴露，更不可让他察觉，属下明白。船头的池苑一手按在船舷，海风掀起他的连帽扇，银色发丝下，瞳孔偶尔闪过一丝蓝光，正时刻警惕着海面异动。你们有所不知，这是林家大小姐林俨然的男朋友。话音未落，船底传来一阵剧烈震动，仿佛有巨物在水下撞击。池苑眼神一凛，纵身跃起，落在船桅杆顶端。鲛人，是鲛人来了！就连护卫长都死在他们手上。要知道，护卫长可是 A 级的高手。三道青色身影从浪花中窜出，鲛人身披缀满海螺的鳞甲。这就是上次他们杀了护卫长的阵型。我们今天死定了！三只鲛人翅后围绕着船只游动。来吧来吧，这回绝对够我升一大截。池苑右手将精美莲花打入海面，脚下的海面瞬间沸腾。片刻后，鲛人的尸体浮出水面。恭喜你成功提取水属性，目前水属性1级，职业等级 B。才3只就到1级了啊！果然，鲛人是提升水属性的好材料。就在这时，远处海面出现密密麻麻的青色身影，数十只鲛人组成的小队正快速逼近。为首的是一位手持古杖、身披紫色鳞甲的鲛人。居然是这种怪物，这次是真正的硬仗了。是鲛人祭司，快准备战斗！洛家巡逻兵们纷纷举起武器，然而他们的脸上却充满了恐惧。鲛人小队冲到快船前，石渊纵身跃起，精美莲花射向鲛人群，几只鲛人应声倒下，尸体落入海中。洛家巡逻兵们看呆了，之前还吓得发抖的小兵，此刻竟忘了害怕。这就是强者吗？也太厉害了吧！恭喜您成功提取水属性，目前水属性 B， 职业等级 B。能量居然还不够让我从 B 级升到 A 级吗？鲛人祭司发出一声尖锐刺耳的嘶鸣，古杖挥舞，一道巨大的水龙卷咆哮着卷向池原。我还不想死！池原迅速施法化解鲛人攻势。我管你是不是祭司，今天是龙你得给我盘着，是虎也得给我卧着。毫无抵抗能力，惊恐地看着莲花飞来。身后的鲛人群也躁动不安，发出了充满恐惧的呜咽声。看到了吗？他杀了鲛人祭司，他命令了海洋。他不是人，他是海神派来的，一定是。宿主成功提取 SS 级鲛人祭司，当潜水属性 B 级，职业等级 B 级。残存的几只鲛人发出惊恐的呜咽，拼命潜入深海，消失不见。海面恢复了平静，阳光洒下，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缓缓降落船头，银发在海风中微扬的池苑身上。快船在恢复平静的海面上航行，洛家巡逻兵看向池苑的眼神满是敬畏，远远站着，不敢轻易靠近。池苑独自站在船头，海风吹拂着他的银发，手中摩挲着林俨然送出的鸢尾花香囊，眼神柔和。小妮子也不知道现在在做什么。池渊脑海中浮现林俨然笑起来的模样，嘴角不自觉微微上扬。海中巨大黑影快速向快船逼近。
减速，有东西来了！一道深蓝色身影缓缓升起，是身形比之前祭司更魁梧的男性鲛人，手持幽蓝水晶3叉戟。皮家，果然又是他们！这帮阴魂不散的家伙，业务范围还挺广。鲛人首领手中3叉戟轻轻点向海面，池渊脚下甲板突然窜出数条海水构成、闪着符文的锁链，瞬间将他紧紧缠绕。巨大力量拽着他向大海坠去。还有这好事？带我去老巢收经验。池渊眼前的景象开始扭曲变换。你以为你能护住他，不过是个笑话。救救我！闪回结束，池渊胸口紫光闪烁，并快速笼罩全身。他猛然睁开眼，看着围绕自己的无数鲛人，面色一沉，左手萦绕紫色电弧，瞬间笼罩整个海底。鲛人又要来了！准备战斗！大人被他们拖下海中，恐怕凶多吉少了。那群鲛人又要来了！一个个鲛人尸体浮上水面，鲛人首领的尸体猛然浮出。是那个鲛人首领，他死了！池渊从海面跃出，悬浮在空中。鲛人蛊惑，池渊受教了。恭喜恭喜！恭喜您成功提取水属性，目前按水属性 B， 职业等级 B。快船缓缓驶进南海洛家的港口，港口规模宏大，却因战事显得有些萧条，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和硝烟味。池渊站在船头，银色的发丝被海风微微扬起，神情已经恢复一贯的淡然。港口上，一对气质出众的年轻男女早已等候多时。洛风眠，洛家少主 ；S 级，洛云长，洛家小姐 ；A 级。此番承蒙相助，洛某铭记在心。在下洛风眠，这是舍妹洛云长。你就是那个传言里 F 级，却斩了鲛人祭司和首领的池渊，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吗？带我去见洛家主。洛家主躺在床榻上，面色青黑，周身缭绕着黑紫色毒气。几位洛家长老围在床边，愁眉不展。赵家的噬灵腐魂毒太过霸道，若非家主修为深厚，恐怕早已……池渊走上前，无视几位长老怀疑的目光，伸手搭在洛家主的手腕上。成功提取噬灵腐魂毒，当前毒属性 F， 职业等级 B。逆向解析，解析完毕。神圣疗愈师能量可暂时压制毒性扩散，若提取毒素核心病符以净化能量，预计毒属性等级可提升至 D 级。我靠，这么多！能治，你说的当真？话可别说得太满。我们洛家集全族之力，找遍了大陆名医，都对这尸灵腐魂毒束手无策。石原不再多言，双手虚按在洛家主胸口。这个是嫣然姐姐的神圣疗愈师。看来他真的如同传闻中所说，是俨然的男朋友。洛家主脸上的青黑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呼吸也变得平稳有力起来。真的有效，又帅又强，还这么冷静。池渊兄，大恩不言谢。洛家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床上的洛家主剧烈咳嗽，猛地咳出一大口暗色污浊区域。池渊，你对家主做了什么？小子，你是不是赵家派来的奸细，故意加重家主伤势？其他长老纷纷围上前，看向池渊的眼神满是怀疑。他咳出的不过是污浊之物，之前的治疗只是压制，核心不除，毒素很快还会再次爆发，届时必死无疑。荒谬！我行医数10年，从未听闻。信我，就让我继续。不信，我现在就走。池渊大哥，我信你。洛风眠看着妹妹，又望向床榻上危在旦夕的父亲，咬牙做下决定。池渊兄，请出手，一切后果，洛风眠一力承担。池渊不再多言，再次将手虚按在洛家主胸口。检测到高浓度噬灵腐魂毒核心，能量稳定，可提取。洛家主身体再次剧烈抽搐，
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一缕凝练如实质的黑紫色能量丝线，被池渊从洛家主心口硬生生牵引出来，最终没入池渊掌心，消失不见。成功提取噬灵腐魂毒核心，毒属性提升至D级。几乎是同时，洛家主脸上的青黑色彻底褪去，缓缓睁开了眼睛。爹，你醒了！老朽错怪小友了，请小友恕罪。池渊大哥，你快尝尝这个，是我亲手做的。厅外突然传来嚣张的呼喝声，夹杂着洛家子弟的阻拦声。以赵理为首的赵家众人强行闯入偏厅。云长小姐，看你们这脸色，洛家主怕是快不行了吧？洛风眠强压怒火，上前一步，挡在洛云长身前。这里不欢迎你，滚出去！你们要是同意把云裳嫁给我，我可以把解药给你们。赵理话音未落，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池渊缓缓起身，挡在洛云长身前。解药不需要了。洛家主中的毒，除了我赵家的独门解药，无人能解。赵理，你做梦！我爹的毒已经被池渊大哥解了，你休想得逞！不可能，噬灵腐魂毒乃我赵家不传之秘。赵家贤侄，恐怕要让你失望了。他语气平缓，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洛家主在一位长老的搀扶下缓步走入偏厅，虽然面色还有些苍白，但眼神锐利。不可能！你怎么会？你的算盘落空了，还不快滚！是你坏了我的好事！小子，我不管你是谁，今天你必须死！几名赵家子弟应声扑向池渊，手中毒雾弥漫。池渊随意一挥手，释放的毒雾如同遇到克星，瞬间被池渊反卷回去。几人瞬间倒地，皮肤发黑，痛苦抽搐。小子，你怎么会我赵家的毒功？这凡世的特性，你从何处偷学而来？偷学？你们的毒太低劣。赵理，带着你的人立刻离开洛家，否则别怪我不客气。紫袍老者赵明出现在门口。你就是那个杀了齐越的 F 级小子。F 级？杀了齐家执法长老齐越。池渊大哥，你……大长老，您是不是搞错了？这小子怎么可能是 F 级？赵明并未理会赵理，依旧盯着池渊，仿佛在审视一件奇特的物品。小子，跟老夫回赵家，把你身上的秘密统统交出来。你想在洛家动手，未免太不把我洛家放在眼里了。赵明眼皮微抬，瞥了洛风眠一眼，语气淡迈，自带压迫感。洛少主，老夫今日只为此子而来。洛家若要阻拦，便是与我赵家开战，你担得起吗？洛风眠脸色一白，紧握的双拳指节发白，面露难色。S 级对 S 级，他并无胜算。更何况赵家用毒诡谲，想要我的秘密。识时务者为俊杰，跟老夫走，可少受些皮肉之苦。老东西，你好像搞错了一件事。池渊缓缓抬起手，指尖之上，一缕暗紫色的毒芒与一团漆黑的暗影能量，如同灵蛇般交织缠绕，气场骤变。不是你要抓我，是我要抓你。这一身的毒功是我的了。狂妄小辈，不知天高地厚。既然你找死，老夫变成全你。赵明身形未动，袖袍却无风自鼓，一股墨绿色的毒雾如同活物般化作一只巨爪，朝着池渊当头抓下。来得好，无限提取，开！检测到 SS 级混合剧毒能量，成分复杂，蕴含腐魂、蚀骨、散功特性，解析中，提取成功。新技能，伏怒毒莲。池渊猛然抬手，左手的精美莲花周身缭绕着黑紫色烟雾，径直爆射而出，整个没入赵明体内。
短短1-2个呼吸间，赵明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撇下去，脸上布满黑紫色的毒斑，眼中充满了绝望和难以置信。你到底是什么人 ？F 级，池渊躺在地上，仿佛在突发冲击中失去了反应。这洛家大长老就这么死了，一招秒杀！洛云长小手紧紧捂住嘴，大眼睛里倒映着池渊平静的侧脸，满是震撼。秒杀 S 级的赵明 ，F 级的都这么强吗？若非您出手，洛家今日恐怕已尸横满地。这份恩情，洛某铭记于心。救命之恩，铲除强敌之意，我洛家永世不忘。几位曾经质疑过池院的洛家长老，此刻满面羞愧，纷纷随着家主躬身行礼。老朽有眼无珠，先前多有得罪，请先生海涵。瘫软在地的赵理终于从极致恐惧中回过神，手脚并用的向后爬，试图逃离。我赵家太上长老发现赵明的命牌碎裂，肯定会来收拾你的。池渊淡定地看着地上慌乱爬动的赵理，语气平静却带着压迫感。既然你们已经不会放过我，不如把你也杀了。别杀我！别杀我！池渊兄，你杀了赵明，赵家绝不会善罢甘休。哥哥，是赵家先来挑衅，还想抓走池渊大哥，难道我们要任人宰割吗？池渊大哥是为了救父亲，为了我们洛家才出手的。洛某欠你一条命，有我在一日，洛家便是你的盾。云长说的对，池渊先生，此事因我洛家而起，洛家绝不会置身事外。从今日起，你便是我洛家最尊贵的客卿。只要你在南海一日，我洛家必倾力相护。没有立刻回应，目光若有所思地望向庭外远方，是在预判后续危机。不会只有这一步。成功提取 SS 级混合毒功，毒属性提升至 B 级，当前职业等级 B。吸收了赵明的毒功，职业等级却还是卡在 B 级，战斗力虽远超同级，但应对真正的老牌 SS 级强者还是不够。赵理等赵家子弟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朝着偏厅外逃离，狼狈不堪。洛家众人目光齐齐落在池渊身上，眼神里满是难以掩饰的敬畏与震撼。池渊兄，此案洛家有事不忘。洛云长脸颊微红，眼神里带着明显的崇拜，望向池渊。池渊大哥，你真是太厉害了！洛家主在族人的搀扶下缓缓上前，眼神诚挚地看向池渊。池渊小友，大恩不言谢，你助我洛家太多，不如先在府中歇息疗伤，让我们稍尽地主之谊。池渊刚要开口回答，眉头忽然紧紧一皱，目光猛地转向洛家外围的方向，神色变得警惕。恐怕有人不想让我安心休息。一位身着墨绿色长袍的老者凌空站立，周身散发着强大的压迫感。刚逃离不远的赵理看到老者，连滚带爬地跑到他身边，双腿一挽重重跪倒在地。赵家太上长老赵无赦，等级 SS。多年来包庇纵容赵家横行霸道，肆无忌惮地骑在我洛家头上。太祖，你可算是来了！就是那小子废了赵明长老，还偷学了我们赵家的秘技，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窃我赵家秘技？哼，小子，你胆子很大，你就是那个觉醒了 F 级的废柴。F 级，听起来说的好像是我。F 级的废物还不够格在老夫面前耀武扬威。外面传你越阶斩杀 A 级的奇越，简直天方夜谭。怕是林家为了脸面，给你这废物堆砌的虚名吧？池渊缓缓抬起头，目光平静无波，没有丝毫被激怒的样子。是不是虚名？你试试，不就知道了。一掌拍出，一只遮天蔽日的墨绿色毒掌瞬间凝聚，带着恐怖的压迫感，朝着池渊当头压下。这老不死是奔着池渊的命来的呀！一出手就是杀招，岂不是要把我洛家夷为平地？池渊虽然战斗力远高于 F 级，但面对 SS 级强者的攻击，怕是抵挡不住。偏厅角落的黑暗中，两道黑色身影悄然伫立，手军放在腰间佩剑上，剑身上清晰刻着一个大大的林字。来得好呀，老邓！池渊随手射出数道暗色锁链，锁链如同灵活的灵蛇，轻易便将那巨大的墨绿色毒掌化解于无形。在场众人纷纷瞪大双眼，满脸难以置信的齐齐看向站在偏厅中央的池渊，眼神里满是震撼。这小子怎么感觉他的能力提升了？是我的错觉吗？池渊大哥真的太厉害了！怎么可能？老夫的全力一击就这么被你轻易化解了？老邓，你的一身毒我收下了。身形一晃，径直悬空而起，下一秒便闪现到赵无蛇身边，速度快到留下残影。你到底是什么怪物？你根本不是 F 级。怎么相处？无限提取，给我开！一股巨大的吸力从池渊身上爆发，直接将赵无蛇吸到身边。
池院反手扣住赵无赦的命门，赵无赦拼命挣扎，却无法挣脱。放开我！你若继续下去，齐家绝不会善罢甘休。齐家解决完你这个老杂毛，我自然会上门。毒属性成功，获得技能大天造化掌，当前毒属性等级 A 级，职业等级 B 级。池原提着赵无赦的手轻轻一捏，清晰的骨骼断裂声在偏厅内回荡。池原稳稳落地，随手将没了气息的赵无赦丢在地上，动作干脆利落。池原先生为我洛家解决此等大敌，洛某感激不尽。今夜还请您在府上留宿，我想亲自设宴相谢。池原微微点头，转身在一名洛家弟子的带领下，朝着洛家内院走去。夜空如洗，月华如水，轻柔地洒在洛家花园中，奇花异草在月光下舒展。池原独自站在水斜边，望着池中映月的倒影，手中无意识摩挲鸢尾花香囊。身后传来脚步声，池原迅速收起香囊，恢复一贯淡然，转身看向来人。池原大哥，原来你在这里呀！宴席上的吃食不合胃口吗？我看你都没吃多少。没有，很丰盛，多谢洛家费心款待。骆云长看着池原疏离的态度，咬了咬下唇，深吸一口气，适时下定某种决心。池原大哥，我有话想对你说。洛小姐请说。骆云长脸颊绯红，不敢直视池原，低着头，手指紧紧交着一角，声音带着羞怯。从你治好我父亲开始，我就很佩服你。后来看你打败赵明，甚至连赵无赦那个老怪物都，我知道你很厉害，比所有人都说的还要厉害。骆云长深吸一口气，终于抬起头，眼神带着坚定与羞涩，望向池原。池原大哥，我喜欢你，我知道你和俨然姐姐，但是我不在乎。我们洛家也是南海的豪门，我可以帮你，无论是应对齐家还是……池原眉头微不可察的皱起，未等骆云长说完，便平静开口打断：“骆小姐，抱歉。”眼中满是失落与委屈。为什么？是因为俨然姐姐比我先遇见你吗？与她何时相遇，与家族无关，只因为她是林俨然。我知道了，但我不会放弃的。骆家主靠坐在软榻上，眼神锐利，密室中气氛凝重，众长老分列两侧。父亲，池原的实力绝非 F 级那么简单，越级斩杀 S 级强者如砍瓜切菜，其潜力恐怕远超我们想象。家主，此子必须牢牢绑在骆家战车上。他在，何惧赵家、齐家？可他终究是林家那位大小姐的人，而且他惹祸的能力，今日杀了赵明，赵家必定发疯，齐家也绝不会善罢甘休。骆家主沉吟片刻，眼神逐渐变得坚定，做出决策。传令下去，今日起，池原为我骆家最高等级的客卿，享有长老权限。父亲，池原与俨然小姐感情甚笃，云长他只怕是落花有意。尽力而为吧，即便不能联姻，也务必维系好这份情谊。此子或将成为我骆家在此乱世中最大的机缘。一名铠甲上沾满泥土与绿色粘液的骆家探子单膝跪地，神情急切。家主，紧急军情，南海沿岸、地精、矮人、鲛人3族联军，正从陆地、地下、海上3个方向向南海聚集而来。厅内众人听到消息瞬间哗然，长老们交头接耳，满脸震惊。3族联军，这怎么可能？他们是代为敌，怎会联手？千真万确，地精的符文机械如同潮水，矮人的炼金爆弹摧毁了我们外围所有哨站。鲛人驱赶着海兽，掀起的巨浪已经淹没了3个沿海村镇。厅内众人的目光齐齐转向站在窗边的池原，神色复杂。站在窗边，目光投向远方，神情依旧淡定，不受厅内慌乱氛围影响。有人坐不住了。池原先生，此事恐怕也非我骆家一族能抗，3族联军背后必有齐家推动，我们必须立刻向林家、向王都求援。连水难救近火，先生有何对策？但说无妨，骆家上下频频调遣。地精的符文，矮人的炼金，鲛人的水源，这可是送上门来的惊艳大礼包，岂有拒之门外的道理？嘿嘿，来吧，小家伙们，本少爷已经准备好收割了。他们的目标是我，你们不必插手。志远兄，不可大意，3族联军非同小可，骑兵力远超之前任何一次袭击。让他们来吧，这南海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池原与骆家兄妹站在高大城墙上，极目远眺，城墙下是严阵以待的骆家守军。远方黑压压的地精大军如蝗虫过境，驾驶着富有诡异符文的简陋机械。矮人队伍中闪烁炼金光芒，狰狞的投石机与喷火器被推上前线。海面上巨浪翻涌，无数鲛人在水中若隐若现。他们的数量太多了。好啊好啊，来得好啊！这么多经验包，我就不信我还升不到 A 级。池原身形一动，径直悬空而起，一摆在风中猎猎作响。池原大哥，太
危险了。他有自己的节奏，我们贸然插手只会拖后腿。游戏稳定，没有破绽，等号令吧，别惊动他。明白。哥，这小子咋这么忙，直接冲进去了？别急，看看情况。我们已经无数次准备冲出去了，按这小子的实力，这次我们怕是也不用出场了。这小子邪门的很，到底谁说他是 F 级的？这实力比 SS 级都猛。奇缘的身影在战场关键节点快速闪烁，每一次出现都伴随着大量地精、矮人或鲛人倒下。恭喜您成功提取图属性，当前图属性 A 级，职业等级 B 级。恭喜您成功提取金属性，目前金属性 A， 职业等级 B。恭喜您成功提取水属性，目前水属性 A， 职业等级 B。还是不够，这些低级杂兵的能量太稀薄，想靠量变去冲击 A 级，效率太慢，必须要找到更高纯度的源头，或是把符文彻底融合。池渊的目光穿过下方乌泱泱的敌军队伍，朝着战场后方的方向望去，眼神变得锐利。这不可能，他一个人怎么会？少主小姐，你们看，池渊大人所过之处，敌人直接倒了一片。这种战斗方式，简直是在虐杀。可我能隐隐察觉到，大军的后方有几道不弱于赵无赦的气息。那岂不是这次的大军来了好几个双 S 级的异族？云长，不要冲动！哥，你放开我，我要去救他。若是连他都打不过的人，你去了，只是增加他的负担。城墙黑暗中的两道暗影又动了动，因为 A 的目光落在骆云长身上，语气带着调侃：“你看骆家那小女子，是不是也看上池渊了？那可是大小姐的人，别乱说话。”池渊无视下方不断袭来的攻击，快速朝着大军后方掠去。所过之处，乌泱泱的三族士兵如同割麦子般瞬间失去行动能力，化作能量消散的威力，无人能挡。好，排队上赶着送经验，这次肯定能冲 A 级。族大军很快被消灭大半，池渊悬于高空，神色淡然地俯视着下方残存的敌军。一名手持巨斧的地精站在战场下方，指挥残存的地精群发起进攻。盔甲上刻满狰狞的符文，在烟雾与火光中闪烁着幽冷的光。总算来了个像样的。SSS 级，这才是够分量的经验包啊！等着被我收下吧！格洛克猛然抬头，隐藏在头盔下的猩红双目死死锁定空中的池渊，周身爆发出强烈的土系能量波动。无数锋利的锋刃从池渊周身凝聚，如同暴雨般朝着格洛克掠去，呼啸着划破空气。不愧是 SSS 级的，居然能接下我这一招。不过嘛，我也只是借你把另外两个一并勾出来罢了，一起解决比较效率。看来还挺好用的。无数拖着赤红尾烟的炼金爆弹，如同陨石雨般从战场侧翼天空覆盖而来。与此同时，另一侧海面上，无数高压水箭如同透明毒蛇破开海浪，快速袭来。一名身穿厚重盔甲的巨大矮人，手持火焰战锤；一名身披软甲、全身覆盖金色鳞片的鲛人，手执3叉戟。矮人皇帝熔火，鲛人皇族苍玄。买1送2，这下突破 A 级的经验绝对够了。一朵围绕着黑紫色毒气的精美毒莲从池渊手中爆射而出，带着恐怖的能量波动，飞快轰向3大庞然大物。黑紫色雾气瞬间覆盖整片战场，雾气消散后，场地上出现一个巨大坑洞，3大 SSS 级一族的形体被摧残至极度虚弱。池渊缓缓落地，伸手轻轻附在3大一族的形体之上，开始提取能量。土属性、水属性提升至 A 级，当前职业等级 A 级。终于升到 A 级了，看来想要升到 S 级，所需要的能量很大。池渊的目光转向战场四周，看着因3大首领死亡而到处乱窜的残存一族，眼神微闪。苍蝇再小也是肉，送到嘴边的经验包不要白不要，先提了再说。
爆炸声频频响起，火光冲天。赵家与齐家旁支的联军正发动猛攻，士兵如潮水般涌向林家防线。驰援悬浮在半空，俯瞰着下方因首领阵亡而陷入混乱、四散奔逃的三族联军。经验包要跑光了，虽然零碎，但浪费可耻啊！一个覆盖小半个战场的巨大暗影，漩涡在他脚下缓缓形成，强大的吸力朝着四散的异族席卷而去。提取一级土属性，成功提取一级金属性，成功提取一级水属性。当前职业等级 A。原本乌泱泱的三族大军已被清空，只剩下战场上横七竖八躺着的异族形体。石院身形一动，朝着洛家城墙方向掠去。太厉害了！三族联军全被你打退了。到底谁说这小子是 F 级的废物啊？谁家 F 级单挑三族联军还一条三巨头啊？这实力都能吊打 SSS 级了吧？城墙暗处的黑影快速蠕动两下，2名身着黑衣的影卫瞬间出现在池院面前。谁？池院大人，我们是林家主派来保护您的影卫。池原目光扫过两人腰间佩剑上的林字，确认身份后，缓缓点头，收起警惕。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林家发来密报，齐家旁支联手赵家残余势力已经对林家发动进攻了，情况危急。池渊听到林家遇袭的消息，眼神瞬间冰冷。池渊脑海中瞬间闪过林俨然的笑脸，心口猛地一紧，眼中杀意翻腾。这些联军怕是故意用来拖住我的。好一个丢火一山，他们找死！大人，速回林家救援！大小姐和林家子弟正处在危险之中。我们可以为你准备最快的船，最多半日就能抵达北境。船的速度太慢，我自己回去。石院不再有丝毫犹豫，周身风雷之力猛然暴涌，身形化作一道璀璨流光，朝着大陆北境林家的方向急速掠去，瞬间消失在天际。林家外围防线已是一片狼藉，断壁残垣间硝烟弥漫，战场到处躺着林家子弟与联军士兵的身影，不祥的气息与火药为交织。哥，你撑住，至于之光，马上就能稳住你的伤势。我没事，保护好自己。这帮狗杂碎，只敢趁着父亲和长老们外出的时候来挑事。石渊哥哥，你到底在哪儿？如果你在，一定能保护我们的。林战天那个老东西已经被我们拖住，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们。哈哈哈哈哈哈！戚薇的目光扫过原阵，最终贪婪地落在林俨然身上，眼神中满是占有欲。尤其是你，林俨然 ，S 级的神圣疗愈师，少主对你可是惦记了很久。杂碎，敢动我妹妹一下试试！林飞试图强行催动暗影灵力反击，却瞬间引发伤势，胸口剧烈起伏，身体摇摇欲坠，几乎要栽倒在地。别再勉强了，你的伤太重了。我相信池原哥哥，他一定会来的。乖乖跟我们走吧，还能少受点罪。你胡说，池原哥哥才不会死。矮人、地精、鲛人三大异族早就被我们齐家聚集在南海围杀他，那里就是那个 F 级废柴的葬身之地。既然你这么护着他，就从你这个 S 级天才开始吧。谁给你的狗胆动我的人？
全场陷入死寂。无论是林家护卫还是齐家联军，池苑缓缓落地，目光第一时间锁定在林嫣然身上，杀意瞬间收敛了大半，只剩下心疼。池苑哥哥，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对不起，我来晚了。齐家欺人太甚，竟敢对我林家下此毒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没事吧？未等池苑开口，一旁的林飞拄着法杖，忍着剧痛挣扎着上前一步，看着林战天，眼神中带着劫后余生的激动与郑重。我们差点就全完了，齐家派了 SSS 级的长老齐威带队突袭，我们根本挡不住，多亏了池苑及时赶到，才救了我和俨然。家主一击毙命，能量穿透的痕迹精准命中眉心，齐威体内的能量甚至没来得及完全爆发，就被瞬间斩杀。池苑，今日我林家上下欠你一条命，这份恩情，我林战天终身难忘。林家主这是做什么？池苑与俨然是朋友，护着林家也是我该做的，不必如此。该做的，一击斩杀 SSS 级的齐威。池苑，你这实力……父亲，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联军残部还没清完，换个地方说吧。林家密室中，4人围坐，气氛凝重。林战天率先打破沉默：“池苑，这里没有外人，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等级？你这样的战力，绝不可能是外界传言的 F 级。”齐威是成名数10年的 SSS 级强者，实战经验极为丰富，你却能一击将其秒杀，这份实力至少是顶尖 SS 级以上。早在王都训练营的时候，我就发现你的能力似乎很特殊，随着接触和打败的人越多，你掌握的能力就越强，等级提升速度也快得离谱。众人眼神中带着好奇与期待，等待着他的答案。按照大陆通用的等级划分，我现在的职业等级应该是 S 级。我的职业等级是 S 级。S 级？可是当时在王都觉醒学院觉醒时，明明测出你是 F 级，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在觉醒后不久，便激活了隐藏的职业天赋。果然，我就知道我的池渊哥哥从来都不是废物。职业天赋，要知道，能觉醒职业天赋的人万中无一，而且你的职业天赋居然能让你的职业等级从 F 级一路提升到 S 级。可在职业天赋的加持下，所有属性都能得到强化，甚至能快速提升等级，这前途简直不可限量。虽然我心里早就隐隐猜到你的能力会不断增长，可真听到你亲口说出已经达到 S 级，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菲儿，传我命令，立刻封锁今晚所有消息，对外只宣称我林家经过苦战惨胜，成功击退赵家与齐家的联军，绝不可提及池苑的实力。是，父亲，我这就去安排，确保消息不会泄露，导致家族子弟遭受重创，这笔仇恨我们必定要报，但不是现在。齐家若知小池原已成长到 S 级，且天赋如此恐怖，必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在他完全成长起来之前将他扼杀。届时危机只会比现在更甚。池渊哥哥，无论你接下来需要什么资源、情报还是时间，我们林家都会尽全力帮你。从他们设计围杀我，又突袭林家开始，我们之间就已经不死不休了。次日清晨，林家高层会议在议事厅召开。此次家族遭遇突袭，损失实在惨重，家族年轻一代力量遭受重创，
护族大阵也受损严重，短期内实在不宜再起战端啊！休养恢复是当前首要任务。虽说池院此次力挽狂澜，救了林家，但说到底，若非他此前与齐家结下死仇，我林家又何至于遭此无妄之灾？你这是什么话？若无池院，我和俨然早在都市猎副本就已殒命此次家族危机。若不是他及时赶回斩杀齐威，整个林家都可能被联军覆灭。你怎能说出这种忘恩负义的话？内诸位之见，该当如何？是把池院交出去，还是就此向齐家低头？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与齐家暂时议和，哪怕只是表面上的缓兵之计，也好为家族争取更多休养时间。三长老，你忘了昨晚在联军攻击中失去生命的家族成员了吗？他们怎能这样？池原哥哥为我们林家付出那么多，一群鼠目寸光，只知道内斗的老家伙，只看得见眼前的损失，忘了家族的尊严。我永远站在池原哥哥这边。父亲最后也没有表态，他到底怎么想的？父亲是家主，要考虑全局。可这一回，我真是憋得慌。不行，得去找池原，至少让他明白，林家不是人人都白眼狼。一大早的，怎么这么大火气？谁惹到你了？还不是那群老顽固！父亲也是，明明你是我林家全族的恩人。站在他们的立场，这么想无可厚非。啊，你都知道了？猜也能猜得到。大舅哥他们的算计影响不了我。我池原走到今天，从没有依靠过旁人。谁是你大舅哥？这也是谁能想到当初人人看不起的 F 级废物，会觉醒职业天赋，成长到如今的模样。好了，别气了。池原哥哥，俨然和哥哥都会一直站在你这边的。家主今日议事厅，三长老他们的话虽然难听，但确实代表了一部分族人的忧虑。池院虽强，可齐家底蕴深厚，若全面开战，我林家……林清，你怎么看待池院？天赋异禀，心性坚韧，重情重义，但惹祸的能力也是一流。如果这个时候我力保池原，会让家族内部潜在的反对声音隐藏更深，未来可能酿成大患。不如借此机会，让这些声音都冒出来，正好趁这个机会彻底肃清林家内患。引蛇出洞，看清族内还有哪些人和齐家有勾结。更重要的是，我需要看看，面对压力，池院会如何应对，菲儿和俨然又会成长到哪一步。真正的强者不仅需要力量，还需要能承受风雨的心境。家主，齐家方才传讯，要求我们10日之内交出池原，否则他们就要举全族之力把我们林家夷为平地。家主难道真的要为了一个外人，拿我们林家上下数百口人的生命当赌注吗？三长老，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林家，可为什么你体内会隐藏着矮人族独有的附魔能量，还有地经一脉的符文波动？池原话音落下，议事厅内瞬间哗然。你胡说什么？什么附魔？什么符文？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池原，此事是关重大，你可确定？没有十足把握，不可妄言。我在南海与异族交手了那么多次，他们身上的能量气息，就算化成灰，我都能认出来。你不会早就被齐家收买，通过矮人与地精的技术控制，成了他们安插在林家的内应了吧？不可能！你怎么会知道这些？这是齐家的秘术，除了核心成员，根本没人知晓。
残害同族，简直罪该万死！拿下他，别让这叛徒再狡辩！长老臂剑无法抵赖，周身能量骤然亮起，其中还混杂着一丝诡异的绿芒，显然是想强行反抗。这是你们逼我的，既然你们容不下我，那大家就同归于尽。长老灵魂光扫过全场，猛地冲向看似最弱且没有防备的林俨然，自寻死路。不可能！你究竟是什么怪物？为什么能轻易破解齐家的秘术？依靠异族外物强行获得的力量，本就不堪一击。一族有勾结者，无论身份高低，一经查出，格杀勿论，绝不姑息。骆家因此前盟约之兆，特令族中精锐前来助阵。林家无需担忧，齐家若敢来犯，我骆家与林家共进退。池渊大哥，我们来帮你啦！齐家那群坏蛋，有我们骆家在，绝对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大舅哥，之前在南海就说过，回来给你带林家的好酒，今天算兑现承诺了。谁要当你大舅哥？少在这占我便宜！哼！这是林家的百年女儿红，总算没白等，还有点当哥的待遇吗？林飞的话刚落，池苑、林俨然忍不住低笑。池渊大哥，这酒闻着好香啊，我也要尝一口。在南海天天喝鲜腥的海风，可从没喝过这么纯的酒。池渊哥哥，这女儿红度数太高了，你在南海和齐家那一战受的内伤还没好透，不许喝。这些我可记得清清楚楚。俨然姐姐真好，还会时时刻刻想着池苑大哥的身体，不像我，只会跟着来添麻烦，连照顾人的本事都没有。云长妹妹说哪里话？你从南海千里迢迢赶来，帮我林家对抗齐家，是我们的贵客，怎么会是麻烦呢？该好好招待你才是。哼，这俩小祖宗，我这算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了吧？罢了，兵来将挡。小子，齐家千军万马 ，SSS 极强者都没让你皱过眉头，这下知道厉害了吧？我看啊，齐家整个大军加起来都没这俩姑娘难对付。这比当初越阶挑战 SSS 级的地精领主心理压力还大。算了，看你这么可怜，还是救你一把。不过你记好了，你要是敢辜负我妹妹，我第一个拎着剑找你算账。走，带你俩看看林家的护族大阵，比南海的防御厉害多了。池渊哥哥，那个骆云长，他是不是长得很好看，比我还好看吗？别闹小脾气，云长只是来帮忙的朋友，我和他没别的关系。我才没闹！他看你的眼神一点都不清白，就像当初王都那些围着你转的女生一样，都想把你抢走。小女子，乱吃什么飞醋？我的心思你还不清楚？除了你，我谁都不放在心上。池渊公子，实在抱歉打扰了。家主让我来请你们去书房一趟，说是有要事相商，关于齐家后续的应对策略。齐家的动作比我们预想的更快，他们不仅收拢了赵家的残部，现在更将触手伸向了翡翠森林，试图和那里的精灵族结盟。精灵族是自然的宠儿，个体实力极强，尤其擅长自然魔法与精准剑术，而且向来排外，从不轻易与人族往来。若他们真被齐家说动，那整个人族都将面临巨大威胁。精灵族向来高傲，一直认为人类破坏自然，不屑与人类为伍。齐家用什么条件打动了他们？根据我们刚收到的情报，齐家许诺精灵族战后将划分全球一半的原始森林归精灵族管辖，且保证不再让人类砍伐森林。我的技能天赋正好需要木属性能量来提升，翡翠森林和精灵族倒是个合适的去处。精灵族的自然魔法和高阶剑术听起来就是顶级技能包，还有翡翠森林的木属性能量，
这波经验和资源，我必须拿下！好强的自然结界，对非精灵族的压制力很大，我的灵力运转都慢了半拍。雕虫小技。精灵巡逻队队长 SS， 污秽的人类，竟敢擅闯翡翠圣林，立刻束手就擒，接受自然的审判。审判，就凭你们3个 SS 级，再加上这些只会缠人的花花草草，还能说流利的人族语言，真不愧是高等一族，这实力比南海的地精强多了。狂妄的人类，敢轻视自然的力量！木属性融合风元素的剑士，不错，这能量正好能用来提升我的木属性，归我了。成功提取木属性能量，当前木属性等级提升至1级。我去，一小支箭居然就能让木属性从无提升到1级，这精灵族的能量也太纯了吧！居然能直接瓦解队长的枫木双属性剑士，这人类的能力好诡异。此人诡异，实力远超我们。快发信号，请求族内支援，绝不能让他深入圣林。要人，正好省得我一个个去找了，多来几个，还能省点时间。来吧来吧，经验包们来的越多越好。绿色的信号弹在森林上空炸开，光芒尚未消散，便有数十道精灵身影从古树后藤蔓间涌现。他们手持长弓、法杖，尖耳紧绷，眼神警惕。精灵们迅速将池渊围在中央，形成密不透风的包围圈，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自然能量因他们的戒备而微微波动。身着绣满自然符文的墨绿色长袍缓步走出，银白长发垂至腰际，周身萦绕着浓郁的木属性能量。精灵长老等级 SSS 级。长老停下脚步，目光锐利地落在池渊身上，带着审视与警惕。擅闯翡翠圣林，破坏自然宁静，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来看看被齐家几句归还森林的空话就骗得团团转的高等智慧种族到底长什么样。齐家承诺战后归还所有被人类侵占的森林，并全力守护自然生态，此乃顺应自然之道的大义，绝不能被你玷污。守护，就凭那群为了力量能把自己族人改造成半人半兽怪物的家伙，你们精灵族的鼻子不是最灵吗？就没闻到齐家人身上怪人与地精残留的冲天臭味？巧舌如簧，多说无益，圣林不容侵犯，拿下这个狂妄的人类。精灵长老话音落下，围圈的精灵们同时抬手，地面剧烈震动，无数湾口粗的魔法藤蔓从土壤中破土而出，如同苏醒的巨龙般冲天而起，交织缠绕，瞬间织成一张覆盖天地的巨网，带着浓郁的自然威压，向池渊当头笼罩而下，仿佛要将他彻底困在其中。看来不拿出点真本事，是没法跟你们这群被蒙蔽的精灵讲道理了。双手快速结印，火焰与木属性力量在掌心交织汇聚，紫木火莲。一朵由青绿色木交织而成的精美莲花从池渊掌心爆射而出，莲花绽放的瞬间，火焰与木属性力量闪进冲击波。你居然能导出我的森罗天网！森林自然之力的秘术，连 SS 级强者都无法轻易破解。他究竟是谁？恭喜您成功提取大量木属性能量，目前木属性等级提升至 A， 职业等级同步提升至 A， 当天能量仍在持续吸收中。这是 SSS 级精灵长老，还能调动森林之力，这里的木属性浓度远超想象，居然可以直接大规模提取，省去了逐一吸收的麻烦，这简直是意外之喜。原来还有这种好事！既然你们主动送上门来，那我就不客气了。升至 D 级，提升至 C 级，系统提升至 B 级，当前等级仍在上升中，预计还能持续提升。长老双手高举手中的权杖，掌身符文亮起，整个翡翠森林仿佛被唤醒，大地剧烈震颤，裂缝中涌出浓郁的木属性能量。一棵巨大的古树从地底缓缓拔地而起，树干布满古老的精灵符文，枝桠间燃烧着幽绿色火焰，散发着令人敬畏的自然威压，将整片区域笼罩。所有精灵，包括那位 SSS 级的长老，都虔诚地跪倒在地，额头贴向地面，嘴里还在低声吟诵着精灵族的祷文。污秽的人类，在神圣的神树之魂面前忏悔你的罪孽，然后乖乖化作圣灵的养分，弥补你对自然犯下的过错。
这么贴心，那我需要木属性能量，把整个森林的力量都凝聚起来了。很好，省得我一个个去提取，正好一次性吸收个够。神树上的绿色火焰剧烈涌动，顺着树干汇聚，最终凝成一个数十米大的巨拳，裹挟着摧毁一切的气势，朝着渺小的池院当头砸下。无限提取，给我开到最大功率，所有木属性能量一点都别浪费。检测到超高浓度 SSS 级木属性能量核心，符合强制提取条件，开始强制提取。绿色巨拳在靠近池院身体1米的瞬间，突然蹦起，化作一道倒翠绿色的能量洪流，如同被磁石吸引般疯狂地涌入池院体内。能量提取成功，木属性等级突破至 S 级，当前职业等级同步提升至 S 级。真不愧是精灵族的神树，居然一颗就让我的木属性直接升到了 S 级，这效率也太高了。巨大的古树失去能量支撑，庞大的身躯从顶端开始寸寸瓦解，最终化作漫天枯枝败叶，纷纷扬扬地落在地上。话音未落，周围原本面容姣好、衣物整洁的精灵们，头发开始迅速变白，皮肤变得松弛褶皱，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衰老。精灵族彻底完了！一阵节奏缓慢的鼓掌声从森林深处传来，打破了这片死寂的氛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还有一个身着华贵黑金长袍的青年从古树的阴影中缓缓走出，他面容俊美，却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邪气，眼神冰冷，仿佛在看蝼蚁。齐天，齐家少主，他目光扫过满地衰老的精灵，最后落在池院身上，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真是一场精彩的表演啊，池渊！没想到你居然能毁掉精灵族的神树，倒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齐天少主，快杀了他！他毁了神树，毁了我们整个精灵族。一群没用的废物，连棵树都守不住，还有脸求我帮忙？齐家的人，你和之前被我打败的齐家子弟是什么关系？我和我那个废物哥哥可不一样，他连 S 级都达不到，得配合我相提并论。随着齐天的响指声，所有衰老的精灵，包括那位 SSS 级的大长老，都突然痛苦地跪倒在地，额头处浮现出一个诡异的黑色奴役符印，符印还在不断闪烁。现在你明白了吗，池渊？这些所谓高贵的精灵，不过是我齐家圈养的宠物罢了。而你拥有能吸收多种能量的特殊体质，将是我最完美的实验素材。眼神中带着探究与欣慰，仿佛在观察一件有趣的藏品。真没想到，当初那个区 F 级的小子，竟然真的能走到这一步，还毁了精灵族的神树。看来你身上的秘密，比我们齐家预想的还要有趣的多。你们齐家把异族当作试验品，用奴役符印控制精灵，究竟想要做什么？早晚有一天，整个世界的土地、资源，甚至所有种族，都会是我齐家的所有。就凭你们，靠着移植异族器官，奴役其他种族，把自己变得形体诡异的杂碎，也配谈统治世界？他身后那些被奴役的精灵，包括那位曾是 SSS 级的精灵长老，眼中同时闪过诡异的黑芒，额头的黑色奴役符印瞬间光芒大盛，能量波动变得狂暴。别急，池渊，这些被控制的精灵只是给你准备的开胃小菜。把王都的人也卷进来了。顺便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鉴于我哥哥齐轩已成了废人，为了维系麒麟两家的友谊，我齐天不日将正式与邻家千金灵俨然完婚，这可是王都几位大人物都乐见其成的美事。齐天，你敢动俨然一根手指，必图你齐家满门！狂怒之下，池渊不顾一切地朝着齐天冲去，拳头紧握，周身环绕着翠绿与漆黑交织的能量，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然而，那些被奴役符印操控的精灵，如同没有痛觉的傀儡，半不畏死地涌上前来，用身体构筑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屏障，死死缠住池院的动作。救出污秽的人类！你们这些被控制的傀儡，别挡我的路！翠绿与漆黑交织的能量，莲花从池院掌心席卷而出，能量风暴所过之处，被奴役的精灵如同被点燃的枯叶，瞬间化为飞灰，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顷刻间，刚才还气势汹汹的精灵已然全军覆没，只留下满地灰烬。齐天，拿命来！池渊，你勾结精灵族，破坏人族与精灵族的盟约，还残害王都特派调查员齐越，赵无赦，证据确凿。现凤凰都已回令，即刻将你缉拿归案。林家包庇要犯，同罪论处。数道身影从天而降，稳稳落在地面。他们身着统一的银白王都执法队制服，腰间配着刻有符文的长刀，为首者手持一份闪烁着金色符文的法律卷轴，目光冷厉地锁定池渊。好一个齐家，好一个王都议会，栽赃陷害、勾结异族的是你们，现在反倒打一耙，真是好手段！齐天站在战场边缘，看着被王都执法队层层围攻的池院，脸上浮现出阴狠的笑容，姿态傲慢。放弃抵抗，你的任何反抗都是我加重林家的罪责。现在每一次挥拳，都是在亲手为林家的墓碑添上一捧土。听到执法队员的话，池院心神受扰，动作下意识慢了半拍，一道执法锁链趁机狠狠抽在他的背上，巨大的冲击力让他身体险些栽倒。画面快速切换，林嫣然站在林家庭院，为池院整理衣领，眼神里满是温柔与担忧，指尖轻轻抚平他意境的褶皱。谁是你大舅哥？林飞虽然嘴上说着
谁是你大舅哥，却在之前的战斗中毫不犹豫地挡在池渊身前，替他扛下致命攻击。林战天在林家议事厅内顶着众多长老的质疑压力，最终选择相信池渊，眼神坚定地拍板。池渊猛地回过神，眼中的迟疑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清醒与决绝，周身的能量波动也随之变得凝练。不行，不能被困在这里。林家正面临灭顶之灾，必须速战速决。暗木毒杀，给我破！紫色毒气的藤蔓从池渊周身凌空升起，藤蔓如同有自主意识般，精准地缠向每一位执法队员，速度快得让人难以反应。执法队员们立刻激活身上的法能护盾，试图抵御藤蔓攻击。护盾只闪烁了一下，就被黑紫色的毒气直接渗透。当护盾被渗透后，迅速失去防护能力，执法队队员们失去支撑，纷纷从空中坠落，摔在地上无法起身。怎么可能？王都的法能护盾竟然这么轻易的被破了！池渊没有理会地上重伤的执法队，目光冰冷如刀，缓缓扫过脸色，终于变得苍白，眼神满是难以置信的齐天。齐天在齐家洗干净脖子等着，下一个就是你。池渊周身风雷之力瞬间暴涌，青色光元素与紫色雷元素交织缠绕，他不再有丝毫停留，化作一道撕裂长空的流光，朝着林家方向飞去。池渊，就算你赶回去又如何？等着你的只会是更绝望的局面。再快一点，必须再快一点！池渊的身影在天际飞速穿梭，如同一颗燃烧的流星划破长空，身后留下一道耀眼的能量轨迹，朝着林家方向急速。夜色中的林家庄园上空火光冲天，红色的火焰照亮夜空，但蓝色的防护结界布满裂纹，在强攻下摇摇欲坠。喊杀声、兵器碰撞声与爆炸声交织，战场混乱惨烈。林斐浑身沾染着能量紊乱的痕迹，银色战甲上满是污渍，长刀每一次斩落都裹挟着震人的力量。独自一人对战3名齐家高手，剑招凌厉却难掩疲态，每挡下一次攻击都要闷哼一声，肩头已被染红。林清倒在能量紊乱的痕迹中，铠甲破碎，胸口有一道深可见骨的能量冲击痕迹，气息微弱，显然已失去战斗能力。林家院落满目疮痍，断壁残垣间散落着失去生命迹象的形体。齐家精锐在王都执法队残余成员的协助下，如同潮水般发起攻势，林家防线节节败退。林战天，放弃抵抗吧！王都议会已经裁定你林家包庇要犯，勾结异族之罪，不欲顽抗，只有死路一条。哥哥，父亲，你们快走！他们是冲着我和池渊哥哥来的，我跟他们走，换你们平安。走什么走？那小子怎么还不回来？来林家，人要被踏平了！今日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投降！就在此时，天际突然亮起一道璀璨流光，流光裹挟着金色的风与紫色的雷，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悍然撞入战场中心。光落地的瞬间，恐怖的能量冲击波以落点为中心呈环形扩散，地面裂开蛛网般的纹路，瞬间清空了战场中心一大片区域。数十名齐家精锐和王都执法队员被冲击波掀飞，人仰马翻。尘缓缓散去，池渊的身影从雾气中站了起来，银白的头发在夜风中狂舞，周身残留的风雷之力交织闪烁。他冰冷的眼神扫过战场，动我的人，过我池渊没有？池渊哥哥，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你终于来了！这混蛋总算赶上了，再晚点就只能给老子收尸，然后去给你和我妹收尸了。小心，这次王都护卫队来了5个 SSS 级别的高手，实力极强。你竟敢公然攻击王都执法队，包庇林家的罪名还没洗清，又添新罪，罪加一等。废话真多。掌心凝聚的能量直接粉碎了齐家头目身上的防御护盾，紧接着一掌拍在他的头颅上，只听咔嚓一声，齐家头目连惨叫都没发出，便倒在地上没了气息。齐家头目被杀，全场瞬间陷入死寂。无论是齐家士兵、王都执法队，还是残存的林家子弟，都震惊地看着池渊，战场鸦雀无声。刚才是哪只手碰了俨然，哪只脚踹了我大舅哥？又是哪个杂碎打伤了林家主？池渊每问一句，对面的齐家精锐和王都执法队员就集体向后退一步。他们的眼神中满是恐惧，没人敢应声，也没人敢与他对视。算了，既然没人承认，那就一起算了。话音落下，身形化作一道闪电，穿梭在战场。风雷之力所过之处，齐家精锐和王都执法队如同被镰刀割过的麦子般，纷纷失去行动能力，倒下化作能量消散的威力。恭喜您成功提取多属性能量，当前职业等级提升至 SS 级。哥哥，你看，池渊哥哥他真的来了，他好厉害！你看这小子杀性这么重，下手这么狠，以后要是家暴你怎么办？哥可不一定能打得过他。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池渊哥哥才不会那样。片刻之间，来犯的齐家精锐和王都执法队已被清扫一空。池渊收敛起周身的能量，快步回到林战天、林飞、林俨然3人面前。你们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战后的林家庄园一片狼藉，主厅的墙体坍塌，梁柱横陈，众人只能移到尚算完好的偏厅暂避。烛火摇曳，林嫣然掌心萦绕着柔和的圣光，指尖轻轻落在林飞手臂的伤口上，动作小心翼翼。圣光接触伤口时泛起微光。轻点，轻点！妹啊，你这哪是疗伤，简直是杀人啊！疼死我了！活该，谁让你刚才打仗的时候冲那么前面，不知道保护自己，忍着点，马上就好。
此役我林家经营折损近30%，战力大减。更麻烦的是，王都扣下的罪名已经传遍大陆，当初的盟友除了骆家，全都按兵不动。这王都议会早已成了齐家的一言堂，他们说的公正裁决，不过是齐家排除异己的借口。齐家欠林家的，欠我的，这笔账该好好算算。但齐家盘踞大陆多年，势力庞大，底蕴深厚，现在又有王都做靠山，我们林家刚刚经历大战，元气大伤，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难道我们就只能憋屈的躲在家里，等着齐家那帮杂碎带着王都的诏令再次打上门来，把我们赶尽杀绝吗？我从没这个习惯。你的意思是要主动出击，可我们能撑得住吗？去齐家登门退婚。我操！退婚？打上门去退婚？哈哈，这个我喜欢！当着全天下的面把齐家的脸打烂。明日一早出发去齐家。林家主，林家刚刚经历了大战，根基不稳，你和青叔需要驻守在林家，稳定人心，重整战力。讲道理，这种事交给我就好。就在此时，偏厅的门被推开，骆风眠和骆云长并肩走了进来。池渊大哥，我们都听说了，去齐家太危险，我们跟你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风眠大哥，你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这是林家与齐家的私事，不想连累骆家卷入纷争，就不麻烦你们了。唉，我的天，都火烧眉毛了，这俩丫头还在这争风吃醋，能不能先顾着正事啊？再怎么吵也阻挡不了我升级的步伐。天刚蒙蒙亮，天边泛起鱼肚白，庄园门口的地面还残留着昨夜战斗的痕迹。池渊、林嫣然、林飞、骆风眠、骆云长5人已站在那里，神色肃穆。齐家，你的死期到了。池远话音落下，5人同时腾空而起，周身分别萦绕着不同属性的能量，化作数道流光，快速划破清晨的天际，朝着齐家方向飞去。齐家庄园坐落于城市之巅的私人悬浮平台上，平台边缘环绕着科技感十足的蓝色防御光幕，光幕若隐若现，散发着微弱的能量波动。在庄园广场上，数十架造型奢华的私人飞行器整齐排列在两侧，来自大陆各大财阀的宾客们身着华丽服饰，手持香槟杯，在场地中觥筹交错，彼此谈笑风生，氛围热闹。哼，你们的态度让我很满意。王都的事情，日后还要多仰仗诸位。至于林家，哼，自会有。5道流光从天际疾驰而来，未经通报，直接撕裂庄园上空的防御薄弱处，悍然降落在广场中央。落地时掀起的气浪瞬间扩散，蒸汽浪吹的场地角落的多层香槟塔轰然倒塌，水晶杯碎裂声与宾客们的惊呼声交织在一起，原本热闹的氛围瞬间被打断。这放肆！哪来的野狗，敢闯我齐家的庆典？安保人员呢？还不把这些人抓起来，把他们全都给我拿下！广场上的烟尘缓缓散去，池苑、林嫣然、林飞、骆风眠、骆云长5人的身影清晰显现，5人站姿挺拔，神色平静地面对周围的目光。哇哦，这就是顶级豪门的派对吗？感觉空气里都是铜臭味儿。既然大家这么热情，那就让我们好好谈谈规矩吧。别尬黑，统都嫌他齐家这味道臭。这不是林家的残兵败将吗？怎么有空来我齐家的庆典？难道是林家等不及了，特意今天把你送过来跟我完婚的？真是恶心！嫣然，别理他。齐真的话，我一个字都不想听。有我在，他休想再碰你一根手指。我们今天来只为一件事，代表林家，代表林嫣然本人，这是向池渊，你一个被王都通缉的 F 级逃犯，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跟我说话？诸位都看到了，此人穷凶极恶，不仅残害我齐家子弟与王都执法人员，今日更是擅闯我齐家重地，目无王法。几位王都特派员听到齐天的话，眼神冷漠地看向池苑，双手按在腰间的武器上。周围的宾客们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脸上大多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情。我林嫣然从未同意过这门婚事，这门亲事全是你们齐家一厢情愿，用势力逼迫我林家定下的。我心有所属，这辈子只有池渊一人，永远都是他。林嫣然的话刚落，现场瞬间一片哗然，宾客们的议论声陡然变大，不少人露出震惊的神情，纷纷看向池苑和齐天。林家小姐亲自否认婚事，还当众表白，这下可有热闹看了。齐家脸要丢尽了。当众退婚呐，还是在齐家的庆典上。齐家这次脸真的丢大了，以后在豪门圈里都抬不起头了。好一个心有所属，好的很。今天我就让你亲眼看着
这个心上人是怎么像条死狗一样趴在我面前求饶的？给我上！齐天话音落下，齐家庄园上空的蓝色防御光幕骤然亮起，光芒刺眼，散发出强大的能量威压。数十名身着黑色战甲的齐家精锐护卫从广场四周的通道中涌出，迅速将池院五人团团围住。早就该动手了，跟齐家的人废话那么多，简直浪费时间。池渊周身能量汇聚于右拳，拳头带着破风之声，狠狠轰向齐家的蓝色防御光幕。只听咔嚓巨响，光幕瞬间布满裂纹，随即完全碎裂，碎片消散在空气中，全场宾客纷纷后退。现在我有资格跟你谈退婚了吗？池渊，真当我齐家没人，奈何不了你。但你以为我今天请诸位来宾到齐家，仅仅是为了观礼我和林嫣然的婚事吗？齐天手中的传讯玉符骤然光芒大盛，一道半透明的光幕从玉符中升起，悬浮在广场上空。光幕中显示着紧急军情的画面，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天哪，那是边境，怎么可能？光幕中呈现人族东部边境线，黑压压的异族联军密密麻麻，一经操控的符文机械喷射着能量炮，向人类阵地发起冲击。光幕切换至北部边境，矮人的炼金巨象迈着沉重的步伐，碾压着人类的防御工事。巨象手臂挥舞间，碎石与尘土飞扬。光幕在切换至南部边境，鲛人驱使着巨大的海兽从海中登陆，海兽口中喷吐水柱，冲垮人类的防线，甚至还有少量精灵的魔法光辉闪烁，协助异族攻击。我光幕最后定格，三境边境同时烽火连天，人类防线在异族猛攻下跌跌撞撞，多处出现缺口，摇摇欲坠。战场上的呼喊声与兵器碰撞声，仿佛能透过光幕传出。诸位都看到了，值此人族存亡生死攸关之际，池渊、林家、骆家，你们却不顾大局，为一己私怨，在我齐家挑起内斗。若因为你们的内斗导致边境防线崩溃，异族长驱直入，对人类平民造成巨大冲击，你们就是人族的千古罪人。齐天话音落下，广场上的宾客们立刻炸开了锅，纷纷交头接耳议论起来，神色中满是震惊与焦虑，看向池院的眼神也多了几分复杂。天啊，人族三面受敌，异族怎么会突然联合起来攻击？怎么会这样？这少主说的是啊，此刻正是人族需要团结的时候，内斗实在是不智之举，会害了所有人的。林家、池院，你们要以大局为重啊！先放下私人恩怨，一起去边境抵御异族才是正事。放屁！齐天，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谁知道这些异族是不是你们齐家暗中引来的，就是为了栽赃我们？池渊哥哥，边境突然告急，时机太巧了，这事和齐家绝对脱不了干系。你若还有一丝人族大义，还顾念千万百姓的安危，就当立刻前往边境御敌。我齐家也将即刻派出精锐援军支援边境。池原深深看了一眼满脸得意的齐天，又缓缓环视周围面带焦虑甚至带着指责的宾客，眉头不自觉地皱起，眼神变得深沉。他沉默不语，好一个借大义进行的道德绑架，偏偏选在今天这个时候爆发边境危机，是巧合吗？肯定是齐家早就设计好的。林飞看着齐天得意的样子，又听着宾客们的议论，脸色铁青，握紧拳头，就要冲上前去找齐天理论，却被池渊一把拉住。冷静点，现在动手只会让他们抓住把柄，坐实我们不顾大局的罪名，反而中计。下次再找他算账！池渊不再停留，带着林嫣然、林飞、骆风眠、骆云长四人同时腾空而起，化作5道流光，朝着边境方向疾驰而去，很快消失在天际。齐天站在广场上，看着池渊5人离去的方向，脸上的得意笑容逐渐变得阴险，眼神中闪过一丝算计。舱内一片寂静，没人说话，只有非洲引擎运转的轻微声响，气氛压抑。憋屈！太憋屈了！明明刚才在齐家，我们可以一拳打爆齐天那孙子的狗头，却偏偏被他用大义绑住了手脚。齐天这次的时机抓得太准了，仿佛早就算准了我们会去齐家退婚，特意等着我们。而且异族突然同时发动总攻，也太过蹊跷，不像是巧合。会不会真是齐家暗中勾结异族，搞出这出戏，自导自演，就是为了阻止我们退婚，还把罪名推到我们身上？肯定是的。那群狗杂碎一贯喜欢干这种阴损勾当，为了利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池渊哥哥，你从刚才开始就没说话，一直在想什么？齐家肯定有问题，边境危机的时机太巧，背后一定有他们的手笔。但边境的战火也是真的，无数人族士兵在全力抵抗，形势严峻，人族有难，我们不能坐视不理。齐家的账等解决了边境危机再慢慢跟他们算，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赶到边境，击退异族联军。池渊说完，从座椅上站起身，走到非洲舷窗边，目光望向东方天际，那里隐约能看到战火的红光。根据非洲探测，东部防线的能量反应最剧烈，显然承受的压力最大。我去东部支援。俨然，你和大舅哥速度增援北部防线，那边以矮人联军为主，注意他们的炼金巨象。风眠、云长、
南部防线就交给你们了。南部是鲛人部队，你们最擅长水属性防御，务必要守住那道敌坝。不管前方是什么，我们都绝不能退。池渊哥哥，东部防线最危险，异族兵力肯定最多，你一个人去太冒险了。放心，你忘了我的能力。现在的我最不怕的就是这种群战，正好可以吸收能量，提升实力。话说回来，你现在到底什么等级了？之前在林家一战后就没问过。勉强达到2S，还在稳步提升。勉强？你小子这是在凡尔赛吧？2S 级在整个大陆都算顶尖战力了，还说勉强？行吧，就按你说的办。北部防线交给我们，保证不让矮人越界一步。妹妹，别磨磨蹭蹭了，走了，再晚北部防线可能就撑不住了。池渊兄，一路保重，南部防线有我们在，绝不会让异族踏进一步，你放心。池渊大哥，你在东部一定要小心，遇到危险别硬撑，我们会尽快支援你的。非洲的舱门缓缓打开，外面的风声和隐约的能量波动声传来。池渊对林俨然、林飞、骆风眠、骆云长4人微微颔首，不再停留，率先纵身一跃，化作一道流光飞出非洲。池渊的流光笔直射向东方，那里的天空已经被战火染成暗红色，隐约能看到硝烟升腾，战场在前方，烈火翻滚，杀声震天，而他只有一个方向，冲过去。东部防线的土地已是一片焦土，坑坑洼洼的地面上散落着兵器碎片和无力的身影。地精的符文坦克在战场上轰鸣，炮口不断喷射能量弹。矮人的小型飞行器在空中盘旋，不断向人类阵地投下炼金炸弹。炸弹爆炸后产生巨大的火光和冲击波，摧毁成片的防御工事。少量鲛人混杂在联军中，召唤出汹涌的海浪，不断冲击着人类防线的临时堤坝。堤坝已出现多处缺口，海水涌入阵地。人类守军穿着破损的战甲，衣物上布满深色印记，仍在顽强抵抗，但抵抗者力量消耗殆尽，防线在异族猛攻下一步步后退，濒临崩溃。顶住，兄弟们！为了人族，我们身后就是我们的家园，绝不能让异族踏过去。就在守军即将支撑不住时，池渊如同神兵天降，从天际疾驰而下，稳稳落在防线最前线，周身能量波动让周围的空气都微微震颤。今天所有入侵的异族一个不留。池渊悬停在半空中，目光锁定下方密集的异族联军，随即双腿发力，如离弦之箭般俯冲冲入敌阵，周身环绕的风、雷、木、暗等多属性技能信手拈来，能量攻击如同暴雨般落下。池渊所过之处，地精士兵被能量波掀飞，笨重的符文坦克东倒西歪，矮人重甲兵的铠甲在冲击中如同薄纸般被撕裂，异族成片倒下，战场瞬间被撕开一道缺口，人类守军的压力骤减。是援军，好强的援军！兄弟们，跟我杀！为了家园冲！不对，这些异族的攻击看似凶猛，可招式之间毫无衔接，更像是在刻意拖延时间。他们到底在等什么？池渊战斗的同时，脑海中突然闪过齐家庄园里齐天那张阴险的笑脸，以及之前非洲上收到的北部和南部防线同样战事吃紧的战报，心中的疑虑越发强烈。如果三线同时进攻都只是幌子，目的是分散我们的兵力，那他们真正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北部防线被茂密的森林环绕，俊美的精灵族士兵并未急于向前推进，而是借助树木掩护，悄然潜伏在林间。他们以精准的魔法箭矢持续压制人类守军。精灵族还操控着缠绕的藤蔓从地面突袭，将人类守军分割成小块，让守军难以形成有效反击，只能被动防守。这帮长耳朵的娘娘腔，只会躲在暗处放冷箭，有种出来跟老子刚正面，躲躲藏藏算什么本事？哥哥，小心！精灵族的弓箭手射程远，精度高，别被他们偷袭了，千万不要出事啊！南部防线的战场布满阴影，地精的符文机械车在前方开路，矮人的炼金造物紧随其后，组成了一支钢铁洪流，朝着人类防线发起猛烈冲击，炮火声不绝于耳。骆风眠与骆云长背靠背站在防线前端，骆风眠释放风系技能形成护盾抵挡攻击，骆云长则用水系技能凝聚水箭反击，两人配合十分默契，但异族联军的数量实在太多，攻势源源不断，两人被密集的敌人牢牢牵制在原地，只能勉强守住身前的防线，根本无法抽出兵力支援其他方向。南部守军也在持续减员，他们攻得太猛了，敌人数量根本不见减少，我们完全脱不开身。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用大量兵力困住我们，让我们无法支援其他防线。石渊兄那边独自面对东部的异族主力，压力恐怕比我们更大。那我们更要守住，不能让这群异族
突破南部防线，否则池院大哥就会腹背受敌。池院在敌阵中快速穿梭，来到一名矮人炼金大师面前。没等对方启动炼金装置，他便伸出右手，徒手捏碎了对方胸前用于操控炼金造物的核心。矮人炼金大师瞬间失去战斗力，无力地倒在地上。由于短时间内提取的能量过多，速度过快，恭喜您成功提取土、水、金属性能量。目前土属性等级提升至 S 级，职业等级维持 SS 级。就在池院消化新提取的能量时，战场远处突然传来轰鸣，异族的战争堡垒展开炮火，万炮齐鸣。矮人操控的巨型炼金傀儡抬起拳头，重重海地。深海巨兽也从后方水域跃出，掀起100米高的海象，3道足以毁灭整座城市的攻击，从空中、地面、水域3个不同方向同时轰向池渊，将他的所有闪避空间完全封锁。来得好，正好我需要大量能量突破瓶颈，就用你们来做我晋升的踏脚石。这援军也太猛了，一个人比我们一整个军队还要强。所有火炮准备火力掩护，就算只能分散那3个巨兽，一点注意力也好，绝不能让这位援军出事。池渊周身散发出阵阵能量波动，3大巨兽竟不敢动弹分毫。只见他手中缓缓凝聚出一朵7色莲花，清场了。随后7色莲花便朝着3大巨兽，只是一瞬间，3大巨兽就被消灭。成功提取高纯度复合能量，能量阈值突破极限，载体适应性升华，职业等级晋升 SSS 级。总算走到这一步了。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那3个巨兽就这么没了？我靠，这么牛逼！这小子到底是什么等级的怪物啊 ？SSS 级都不止吧？池院的身影如同鬼魅般，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战场最高空，甚至没有低头看向下方的精灵族士兵，只是抬起右手，随意地打了个响指。响指声落下的瞬间，战场陷入诡异的寂静。池院哥哥，你怎么来了？东部已经搞定了，顺路过来看看你们。看来南部防线那边也需要帮忙，我去就来。南部战场上，地精的符文坦克不断喷射能量炮，矮人的炼金傀儡挥舞着巨拳，而钢铁洪流步步紧逼。洛风眠和洛云长背靠背抵抗，防线随时可能被突破。左边有坦克冲过来了！话音刚落，一道流光从天际落下，精准地砸在钢铁洪流前方，所有地精坦克的炮管停止转动，矮人傀儡的动作完全凝固，整个军团如同被按下了暂停键，降在半空。在所有南部守军和洛家兄妹呆滞的目光中，这支庞大的异族钢铁军团从炮口、傀儡关节等部位开始，迅速出现风化痕迹，金属表面剥落，最终化作一堆堆不起眼的金属碎屑。风眠、云长，你们没事吧？看这战场的样子，刚才这边也挺热闹的。玉元大哥，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么多异族，一下子就没了。边境的事只是热身，现在该去找齐家那个正主算嘴账了。牺牲这么多异族联军，仅仅为了牵制我们的脚步，拖延时间。齐家的野心恐怕远超你我的想象，这背后付出的代价太大了。齐家费尽心机不下这个3线进攻的局，到底想干什么？他们的真正目的绝不可能只是拖延。石原，你能听懂回话吗？立刻返回江城。齐家真正的目标不是边境，是整个江城。该死！我们被齐天那个杂碎当猴耍了。什么3线进攻，根本就是为了把我们从江城引开。他们以整个江城为祭坛，许愿是阵言，他们要强行打开通往一切的大门。100万人的城市，齐家怎么敢做出这种事？100万生灵的生命献祭，齐家该死的是疯了吗？他们到底想造神，还是想灭世？是活生生的人啊！齐家，他们怎么能下得去手？我们刚刚在边境守护的是人族的疆土，而现在我们要回去守护的是人族的根基和底线。快！立正，全速转向目标江城！快！老子一定要亲手制裁齐天那个疯子！为人族存续，
就算付出性命，也死而无憾。这一次，绝不后退。齐家，还有那些帮凶一族，我驰援来了。如果我们强行破除齐家部下的能量运转阵，引发的能量乱流会失控，不仅破不了阵，反而可能加速百万生灵的消失，那后果不堪设想。我身体里还留存着之前提取的矮人、地精附魔符文能量，这些能量和齐家能量运转阵的防护能量同根同源，他们的防护罩拦不住我。你小子还真是邪门的很，总能整出点出人意料的办法。不过你和齐家那群丧心病狂的人可不一样，我相信你。以前总觉得拯救人族、守护世界这种话太大太遥远，轮不到我这种一开始只是 F 级的人来说。可我一路战斗，不断变强，现在站在这里，拥有了能改变局面的力量。我一直都相信池渊哥哥，从始至终，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娘的，这事儿算我一个，大不了就是付出所有，也不能让齐家得逞。算我一个，为人族，为江城，义不容辞。还有我也能战斗，不能让池渊大哥一个人扛。我一开始还觉得俨然的眼光真差，怎么就看上了一个 F 级的废物小子？当时还总想着刁难你。刁难明明就一直针对池渊哥哥，好几次都想找借口跟他打架呢。事实证明，当初眼光差的是我看走了眼，没想到你小子藏得这么深。虽然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你小子那离谱的职业天赋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但我的力量，我的暗影属性，你尽管拿去用，能帮上忙就行。不得不承认，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在血祭大阵面前，或许会成为你的累赘。这次破阵的主要战斗力还是你，你需要我的力量，随时可以用。检测到与暗夜行者职业拥有者林斐接触满5分钟，暗影属性提取成功。检测到与气流架构师职业拥有者洛风眠接触满5分钟，风属性提取成功。好，那我们就去，把那些亮着的灯一盏盏都守下来。撕裂厚重的云层，下方的江城轮廓清晰可见，近在眼前。镜头聚焦是第一学院，整座学院被一个巨大的暗红色能量罩扣覆盖，能量罩表面流淌着诡异的血色符文，散发着阴森的气息。学院中心的觉醒大殿顶端射出一道冲天血光，血光笔直向上，与暗红色能量罩紧密相连，如同一条能量通道，不断输送着力量。镜头转向江城街道，整座城市死寂无声，街道上横七竖八地躺着面容枯槁、双目紧闭的市民，周身有丝丝缕缕的白色气息，生命力飘出，如同被无形的力量牵引。怎么会这样？他们怎么能对普通市民下这种狠手？齐家，齐天，操你祖宗！一定要把你们彻底毁灭！没时间降落了，情况太紧急，我直接突破能量罩进去。你们在非洲上在外围接应，同时寻找阵法薄弱点。等我从里面破开能量罩，就立刻救治市民。不等林飞、林俨然回应，赤焰周身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多属性能量光芒，身体如同燃烧的云形般，朝着那暗红色的能量罩直直撞去，速度快如闪电。无限提取能力，开启最大功率，给我看！开始提取目标能量，错误！检测到目标能量总量超出载体承受上限999百分比，提取风险极高。是你这能量罩先破碎，还是我先撑不住？画面中清晰显示着池院面部逐渐浮现出紧绷与能量超负荷的压迫表现，他浑身紧绷，仍在强行冲击能量罩。林飞看着画面，无奈地摇了摇头。突破临界点，提取成功，当前能量储备临时提升。池院强行破开暗红色防护罩，身体如同重锤般直直砸入觉醒大殿内，地面被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碎石飞溅。齐家以阵法封锁空间，按血色的觉醒水晶释放出异常波动，而齐天正位于能量核心之上。瞧瞧这是谁？这不是我们刚刚在边境拯救了人族的大英雄池院吗？有空来我齐家的清点现场。池院从碎石堆中站起身，身上的衣物虽有破损，却丝毫不减他身上的气势，目光如刀，死死锁定半空中的齐天。齐天，你为了今天准备了这么久，脖子应该早就洗干净了吧？汇聚百万生灵的生命能量，足以让我打破这个世界的壁垒，窥见更高维度的力量。届时，我就是新世界的神。齐天，你这辈子都成不了神，因为你连做人的底线都丢了，你连人都算不上。到临头了还敢嘴硬，身上能吸收他人能力的秘密，还有你突破 SSS 级的方法，今天我全都要定了，给我上！杀了他！齐天话音落下，卫生圈的齐家长老和奇瑞子弟立刻翻身，出手武器，释放出各自的属性能量，朝着池院一拥而上，无数攻击同时轰向他，大殿内瞬间爆发激烈的战斗。池院面对围攻而来的齐家众人，神色平静，只是轻轻抬起右手，掌心凝聚的能量瞬间化作一朵七彩火焰，
可怜轻盈飘出，在空中划过一道绚丽的七彩流影，朝着人群飞去。杂鱼就别来送经验了，只会浪费我的时间。七彩火莲接触到齐家众人的瞬间，爆发出柔和却极具破坏力的能量。齐家子弟和长老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便应声倒下，失去了生命气息。你果然觉醒了特殊的职业天赋，能让你的等级快速增长。把你的天赋交出来，池苑。有了这个天赋，再配合我血祭大阵的力量，我们就能一起统治这个世界。谁跟你是我们？你也配合我相提并论？池苑缓缓抬起左手，指尖萦绕着淡淡的七彩能量微光，微光中蕴含着令人心悸的力量。他的眼神变得锐利，语气带着决绝。你追求力量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草菅人命。我能调动100万生灵的能量，在这里我即是神明，给我灭！齐天双手猛地向下一压，大殿四周墙壁上原本缓慢蠕动的血色符文瞬间亮起，散发出浓郁的血腥气。随后，符文脱离墙壁，悬浮而出。检测到血祭大阵能量波动，提取成功，正在解析阵法结构，逆向运行程序启动。不，这不可能！你怎么能反向控制我的大阵？看好了，齐天，你引以为傲的力量，现在是我的了。随着池苑话音落下，代表着风、火、水、土、暗、光等各种属性的能量光团纷纷从他身体里飞出，围绕着他快速盘旋飞舞。光团逐渐融合，最终凝聚成一朵纯净的雪白莲花。齐天，你的野心，你的疯狂，今天都该结束了。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抗，身体便被莲花包裹，随后化作无数血色光点，消散在大殿的空气中，彻底消失。随着齐天的死亡，笼罩整座江城的血色能量罩开始瓦解，化作一缕缕白色雾气，如同倒流的溪流，纷纷飘向街上。学校里昏迷躺着的市民体内，众人的面色逐渐恢复红润。我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之前在学院里突然就失去意识了。画面突然黑屏，短暂的寂静后切换至新场景。清晨的阳光洒满绛城广场，广场上挤满了劫后余生，逐渐恢复生机的市民。他们朝着高台上的池苑狂热的呼喊，正因此起名字，充满了感激与崇拜。英雄，池苑是拯救了江城的英雄，是真正的人族之光。你看见没？高台上那个就是池苑，我同学。当初在学院的时候，我们就一起修炼，我早就看出他不是池中之物，以后肯定大有作为。池苑，看这儿，还记得我吗？我们以前是一个班的。我的天！我当初居然嘲笑过一个 SSS 级的隐藏大佬。当初在学院觉醒仪式上对池苑态度冷漠的觉醒判官，此刻站在人群边缘，看着高台上从容的池苑，神色复杂，微微躬身，朝着池苑行了一礼，表达敬意。这回守住了，江城的灯火，还有这里的人都没事了。我就知道，我始终相信着池苑哥哥，你一定能做到。镜头缓缓拉高，越过广场上劫后余生，逐渐恢复生机的城市，投向远处广袤无垠的天空。